真是不可理喻。侯爷，叫人把他遣送回京都，让他去郊外庄子先住着吧。我本还念着你一个人在京都独自一人可怜，如今看来，你这坏心思这么多，断然不能留你在身边了。父亲母亲，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你们不要把我送回京都，我不要去庄子上，我以后再也不敢了。父亲，您真的忍心吗？女儿只是一时鬼迷心窍而已，不是真心的，再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可好？我已经给你很多次机会了，可你哪次改了？这回就听你母亲的话，回京都庄子上去思过吧，待我们从冀州回来再议后事。宣平侯说完便叫了人进来，让他们把程雪云的东西都收拾好，又派了几个侍卫护送他回京都。这才第3天，他就开始闹幺蛾子，之后还有那么长的路，难保他再次因嫉妒生事端。宣平侯还交代了，把他送到庄子以后严加看管，不允许他踏出庄子半步，以免他又在京都闹出什么幺蛾子，到时候别又惹出什么事端，他远在冀州可没法善后。宣平侯夫妇一行人不可能跟着萧河川一起游街，他们就先跟着江穗回到了萧府。穗穗，这就是你的婆家吗？江氏早就知道萧河川原本是草根出身，家里3代为农，家庭条件很一般，全都是靠着自己才走到如今的成就的。穗穗，这2位贵客是？爹娘，这2位是京都来的宣平侯爷和宣平侯夫人，同时他们还是我的亲生父母。这一趟入京，我找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萧母惊呆了，还是萧父先反应过来。先别管怎么回事了，快迎贵客进府。这一路山水跋涉，想来艰苦劳累，府上已经备下了好茶好点心，先进去歇息会儿吧。不必客气，咱们日后都是亲家了，无需拘谨，不要把我们当成什么权贵对待，咱们是一家人。江氏表现得平易近人，他本来也很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听穗穗说，你们一家人对她都特别好，把她当成亲生女儿对待，救她出了苦海。我和孩子的父亲都特别感激你们，这次过来的匆忙，也没有耐心准备，如有礼数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哎呦，夫人言重了，您是穗穗的亲生母亲，是我们怕招待不周才是。而且穗穗啊，是老天爷赐给我们萧家的福星，有她在，我们才能多次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啊。是我们一家要庆幸能娶到穗穗这样的儿媳妇儿，这是贺川3辈子才修来的福气啊。这次到冀州来，就让穗穗带着2位好好的游玩一番，体验一下咱们当地的风土人情和美食。我们呢，已经在冀州的飞花楼给2位准备了上房，但求2位此行能住得舒心，玩得开心。亲家费心了。亲家母，不知府上可还有空房？我们夫妻俩想住府上，不想住在客栈。我们才刚刚同穗穗相认，陪伴她的时间本就少，实在是不想浪费一点儿。如果你们不介意我们叨扰过度的话，不如就在府上替我们随意安排一间客房住下即可。我们夫妇2人不挑，只要能守着女儿多些时候便足够了。我们府上地处偏僻，离那些热闹好玩的街道也远，关键是府上的环境实在是一般，唯恐2位住得不习惯呢。无妨无妨，我们夫妇2人不拘这些，只要能与女儿时常在一处相伴，便心满意足了。既然如此，萧父和萧母对视一眼，便只能依了他们，立马让人去收拾了一间客房出来。府上的房间本就只剩下2间了，刚好收拾出来给宣平侯夫妇，2间客房挨着，另外1间就给他们身边伺候的丫鬟住。临近午间，萧河川从外游街回来。萧河川一回来，萧家人就把他围在中间，一个个都高兴得不知所以了。出去这半年的时间，回来以后，兰兰都已经怀孕2个月了。四哥，你总算是苦尽甘来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你走到今日这一步十分不易，付出了很多，我真的很为你高兴。你这话说的，你四哥本来就不容易，这科举之路哪有那么好走的？小叔子这身状元服当真是好看，那个词儿叫什么来着？
什么发？二嫂，那叫意气风发。哦，对对对，就是意气风发。你们都不知道，小叔子打马走过街上的时候，那些个小姑娘小媳妇都看吃了。不过这状元郎是怎么碎碎的，他们只有羡慕的份儿。好啦，饭菜都准备好了，咱们入席再说。亲家他们远道而来，还没吃上口热乎饭呢。这些饭菜啊，都是我让人去杯墨亭找厨师现做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亲家的胃口。但是他们要是知道咱们家穗穗开了这么大一间酒楼，生意还这么好，定然会无比自豪的。江穗一直陪着宣平侯夫妇，带他们在府上逛。女婿还会弄香呢。他调的那款花荣在冀州深受欢迎，香坊主几次请他再出手调制新香，都被他以考学繁忙之名拒绝了。既如此，那我可要去买一盒用用。直接让他给你调一款独一无二的，别人都没有，只有您有。您不是说我身上的香很独特好闻，您没闻过吗？便是他特意为我调制的，名为长相思，别人都没有呢。江穗说到自己的夫君，那叫一个得意洋洋。见女儿脸上泛着幸福的笑容，江氏由衷的替她感到高兴。至少在他看来，女儿嫁给萧鹤川是幸福的。还有萧家一家给他的感觉，他们对穗穗是真的很好，不是装的。但同时他也很自豪，自己的女儿也非常优秀，否则怎么能被这么一大家子人接纳呢？侯爷，侯夫人，这些菜都是从冀州最出名的杯墨亭酒楼叫厨子现做的。杯墨亭是哪几个字？将进酒，杯墨亭，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这便是杯墨亭的由来，是不是很独特？好一句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这背后的东家定然是一个心性十足、潇洒开朗之人。岳父可知这杯墨亭背后的东家是何人？萧鹤川故意卖了个关子。能有此心性之人，定然是个才华横溢、清新脱俗之辈。本侯倒是想要结识一番了。岳父大人，此人远在天边，近在你眼前呢。穗穗，莫非你就是这杯墨亭背后的东家？正是小女。江氏掩着唇，眼中依旧是不可置信。我的女儿果然不同凡响。穗穗会的还多着呢。他做的酸辣粉啊，在整个冀州府都是独一份的，无人可以复刻出来。萧记的3个粉面铺子几乎包揽了整条街的粉面生意，长久不衰。我们萧家能越过越好啊，全是穗穗的功劳。以前呐，有个老神仙给我托梦，说穗穗是咱们家的送福锦鲤，他的到来能够改变我们全家的命运。嘿，果真如此。这神佛之事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今我是深信不疑呀。萧母一想到这些，心中感慨万千。江氏也很是赞同，如今他也信了。如果自己没有做那些梦，又怎么会这么快寻回自己的女儿呢？两家人的第一次会面非常的顺利和谐，有说有笑。宣平侯夫妇平易近人，给他们的感觉根本不像是高高在上的勋爵世家。萧鹤川和宣平侯忙于交际，冀州的这些官员还有世家轮流宴请，根本没有办法陪着妻女游玩。于是江穗只能带着江氏单独出去玩。江穗先是带着他在西街这样烟火气十足的街道上转了转，又去萧记吃了酸辣粉。乖乖，你是怎么想到这些吃食的？你这小脑袋瓜里头到底还有多少奇思妙想？那可多了，以后都展现给夫人看。江穗那句母亲始终没有叫出口，他想等真相大白以后再叫。哎，也不知道你兄长在宣城那边如何了，信也不见他来一封。此时宣城县城里的一处小院里面，程墨阳手上拿着一封拆开的信件，看状态这封信已经有些年头了。而院中跪着一对中年夫妻，正低着头战战兢兢地发着抖。带上赵勇，即刻前往冀州。程墨阳已然得知了当年的真相，父亲母亲那边也还等着，他也急着见妹妹，一刻都不想耽搁。冀
冀州，江穗带着江氏走进了杯墨亭。岁岁，你来了，给我安排一个雅间吧，咱们坐下聊会儿。见过楚。妙儿，这就是你说的好姐妹吧？不介绍介绍？贺连横说着，朝着江氏使眼色，让他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江氏瞬间明了。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就是对我有恩的那对夫妻中的江娘子江穗，同时也是我的好姐妹。穗穗，她叫贺恒，是咱们杯墨亭的常客，每天都来咱们酒楼呢。江穗在京都虽然没有见过贺连横，但是也知道眼前人就是楚王贺连横。看样子他并不打算暴露身份，索性他也就装傻。而且贺川和自己说过，贺连横也是重生的，已经证实过了。但是他重生归来，对皇位失去了兴趣，如今看这状态，是准备慢慢追妻路了。打过招呼，方妙便带着母女俩去了楼上的包房，随即拿来了杯墨亭的账本，让江穗过目。账本仲云先生和苏燕青已经代为审核过一番了，没什么问题，方妙做得很好。这半年来，除去成本开支，总营收是在3万两左右。萧鹤川这边，他后头又堕了一次胎，算起来已经是第3次了吧，估计再也难有孕了。我们已经掌握了他堕胎的证据，而且如星和如月说他好像染上了脏病，算是废了。我现在都装病好久了，才避免与他同房，我可不想染上那脏东西。你现在也考上状元了，心想事成，是时候该出手整治他了吧？我真的一天都不想忍了。现在他就是一个行走的脏东西，柳怀风看见他就怕，自动躲得远远的。就是可怜另外几个兄弟了，他又不敢提醒他们太多，怕坏了萧鹤川的计划。可以对外放出消息了，要不了多久你就可以解脱了。哟，那可太好了。还有叶从文，你是不知道，他天天往那个小院跑，几次想要强行把那个叫胭脂的给办了，结果每次胭脂都以死相逼。哎呀，这骆明这次不是落榜了吗？但是他再怎么样也是个举人，叶从文非不让他们俩见面，真是一对苦命鸳鸯，我都看不下去了。哎，你赶紧让叶家妇女身败名裂，到时候骆明就有理由休了叶叔，好让人家有情人终成眷属，不是？再替我办最后一件事，找个不想干的人去坊间散播流言，以叶从文的性子，为了自己的脸面，定然会去公堂告状。到时候你和如星如月就站出来作证，记得把那个替叶叔开堕胎药的大夫叫上作证，以打点银钱的方面都好说。行，包我身上，你就放心吧。萧鹤川点点头，拿出500两银票给了柳怀风。哎，剩下的可就归我喽。不够你自己添。那可不行，我这是替你办事儿，你不能让我亏钱呢。事成之后还会给你一笔钱，只是我有言在先，给你的钱你得花在正事上，以后不许再去赌坊了。你要是再继续和以前一样不干正事，你这辈子就算是完了。你说过可以帮我戒赌的，你得说到做到。柳怀风也想戒，但就是戒不掉，只能依靠外力了。事毕之后，你可愿意跟着我去京都，日后替我办事？其实柳怀风这人还算可以，只是身上的陋习太多，得有个人能管住他。萧鹤川有意让他跟着自己做事，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进赌坊。你此话当真？自然当真。行，那一言为定啊！以后呢，我就跟着你混了。我柳怀风日后的锦绣前程，可就仰仗状元郎你了。两人就这么愉快地达成了协议。之后的2天，方氏之中突然传出一阵流言，是有关于叶府的。方氏传言，叶从文的独女在外豢养了1院子的面首，同时还和府上的小厮有染，1年之内堕胎3次，还染上了花柳病，这可是大八卦，嗑着瓜子能唠半宿呢。叶从文教书育人，手底下出了那么多的举人进士，结果却教育不好自己的亲生女儿，在这个年代简直炸碎人的三观。这流言很快遍布大半个冀州，人们一提起这个叶叔，全都是露出一脸的嫌弃，啧啧称奇，真是活久见呐。叶从文日日在外，这些流言自然也传到了他的耳中，他气得半死，根本就不愿意相信自己女儿会做出这样的事情。他大发雷霆，势必要找到散播流言的小人。哎
哎呦，没想到啊，长得这么一副冰清玉洁的模样，这私下里却是个荡妇。这要是我女儿，我非得打死她不可。哼，她不是招了赘婿吗？据说人家还是个举人老爷呢，还在外面养那么多男人，就这样的，那去进出笼都不为过。听着这些话，叶舒脸色惨白，他不知道这些事情是怎么传出去的。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珠儿，这小厮在外散播流言，说你背着丈夫在外院养了几个面兽，还堕了几次胎，还染上花柳病。我女儿是何等清冷孤傲的性子，怎么会干出这么有辱门风的事情？为父今日便要替你讨个说法，为你证明，让大家都知道我女儿干干净净，才不是他们口中所说的荡妇。叶从文越说越激动，叶舒却是越听越惊恐。你这养不熟的白眼了，拿着我给你的月印，居然还敢在外散播这等流言，污我清誉，你是不是不想活了？这本来就是事实，我实在看不惯你这浪荡的模样，我替姑爷感到不值，不行吗？用得着你替他感到不值？你一个贱奴，算个什么东西？还敢编排起主子的事儿来了？知府大人，你莫要听信这贱奴的谗言，这根本就是没有的事情啊！哼，有没有的你自己心里清楚，我可是有证据的。不信现在就去外院瞧瞧，你是不是在里面养了许多小白脸？我天天给他们采买这采买那的，我还能冤枉了你不成？那些都是我收留的可怜人，他们家境清寒，没钱读书，我只是给他们一个住所，让他们有个能好好读书的地方，希望他们将来成大事能借我一份恩情。就像冀州发生地震的时候，多数难民流离失所，我日日在城门口施粥一般，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你就是在污蔑，你就应该被乱棍打死。知府大人，这绝对不是污蔑，大小姐前后堕了3次胎，都是同一个大夫给她开的药，便是西城那个广元堂叫罗贤的大夫，可以叫他过来对质。听到这话，叶从文突然反应过来，这事儿可能不是空穴来风。再看看女儿的表情和状态，他似乎猜到了什么。传罗贤。新任知府一声令下，手下的衙役们便立刻去传人去了。叶从文心想，这事儿不能再继续了，若是证实确有此事，以后他叶家好不容易经营起来的一切将会毁于一旦。且慢，知府大人，不必再通传了，此事到此为止，我不想再追究了。胡闹！我这公堂岂是儿等儿戏之地？你既然已经击了鼓，入了这公堂，那断然没有断到一半便放弃的说法，必须要辩个清楚。大人，还请给我个面子，今日这事到此为止，你想要什么，草民都想法子替你双手奉上，如何？大胆叶从文，竟然敢在公堂之上公然贿赂本官！本官才到冀州上任，你这行径无疑是想要摘掉本官的乌纱帽。本官可以直接将你抓捕起来，治你个贿赂朝廷命官的罪名，关你个1年半载也不为过。草民知错，草民糊涂，大人息怒。他可不能被抓起来啊！他要是关上个1年半载的，叶家还有白云书院就废了。你公然贿赂本官，当着这么多冀州百姓的面，若是这么轻而易举的接过去，传到刺史大人耳中，那可是要问罪本官的。待到堂审过后，本官要将你缉拿下狱，否则作为整个冀州城的父母官，本官岂不是会遭受万人唾骂？新官上任3把火，他刚好拿叶从文杀鸡儆猴，一方面能讨好朝廷新贵，还能为自己挣个铁面无私的好名声。好，干得好，就是不能惯着他们这些有钱人，以为有钱就可以徇私枉法、目中无人了。叶从文顿时整个人一软，他真是年纪大了，脑子不灵活了。叶舒也是脸色青一阵红一阵的，他手心出了很多汗，整个人都在微微的发着抖。他不明白，他爹是猪脑子吗？还敢把这事往公堂上闹？而叶从文已经完全没有了来时的那种气势，如今整个人颓废的坐在地上。他想着，他要是被关进去了，白云书院怎么办？等他再次出来，怕不是早被那些老家伙给瓜分了，那自己这么多年的心血便白费了。他现在只想有人来救救自己。罗贤，今日传唤你来，你可知所谓何事？草民知道。那你看看这位姑娘，近1年以内是不是前后3次到你那里开过堕胎药？事关人家姑娘的清誉，你可不能胡言乱语。罗贤抬头看向叶舒，这位姑娘
我虽然不敢很确定来开堕胎药的人是不是他，但是我很确定前后来过我店里3次的那个姑娘也坐着轮椅，还带着2个婢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其中一个婢女右手虎口处有一个红色的朱砂痣。叶叔已经是满头大汗，汗流浃背了，整个人的脸色苍白无比。传叶叔身边的贴身婢女上堂。你们当中可有人右手虎口上有一个朱砂痣的？我有。如星将右手伸出来展示，露出虎口处的朱砂痣。没错，就是这颗痣，一模一样。现在我可以确定了，到我这里堕胎几次的姑娘就是她。罗贤很肯定地指了指叶叔，有了他的指认，全场哗然，再次的沸腾起来，全是骂叶叔浪荡的。他果然堕胎过3次啊！那这个大树说的几乎都是真的。他养了很多面首、滥情，那染上花柳病也是真的了。那肯定是真的呀，这和青楼女子有什么区别呀？原来大户人家书香门第的女儿也这么不知检点。这个叶从文还自诩德高望重，教书育人，结果养出来的女儿却是这么个玩意儿。是啊，原来有钱人玩得更花。我今天算是见识到了。看他这马车上鼓鼓囊囊的，估计就是染了病，不好意思待在冀州了，想跑去外地医治吧。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差不多明了了。叶从文口口声声要讨个公道清白，到头来发现小丑竟然是他自己。公道清白没有争到，反而是加速了叶家的灭亡。事已至此，相信真相已经明了。叶从文，你要的真相已经给了，清官难断家务事，是你自己非要闹到公堂上来的。如今要怎么处理，本官管不着，但你公然贿赂本官的事情，没有的选择。来人，将叶从文抓起来下狱，罪名便是公然贿赂朝廷命官，引诱朝廷命官徇私枉法，先关上3个月再说。至于叶叔，你作为一个有夫之妇，却丝毫不知检点，败坏世俗风气，有违女德、女戒、女训，犯了7出之条。按照律法，就算拉你进猪笼也不为过。但本官还是那句话，清官难断家务事，事后好自为之吧。退堂。知府大人一拍惊堂木，堂审结束。叶从文被2个衙役押着，关进了牢房。他也懒得再挣扎了，再反抗还有什么意思呢？他的名声，包括叶家的名声，还有整个白云书院的名声，都毁在这个逆女手上了。3个月以后，怕是早已经物是人非了。哼，你们以为拿到你们的身契就能获得自由吗？你们有银子吗？虽然我名声毁了，但是我叶家并没有犯下什么滔天大罪。如果你们敢带走叶家的任何一件财物，就算是偷盗，你们只要1天还是我的人，你们就休想获得自由。只要在身边1天，我就能让你们生不如死。这就不劳你费心了，我们姐妹2人自有出处。你们敢背叛我？谈不上背叛，只不过是被你压迫欺凌的太久，所以受不了了。今日你的下场都是你咎由自取。是，我们是卑贱，不如你尊贵，但你不就是投了个好胎吗？曾几何时，我们也曾对你忠心耿耿，但你看得见吗？你只会把我们当作你发泄怒火的玩意儿罢了。可我们也是人啊！哼，贱婢就是贱婢，也配和我相提并论？你们不服，自己也可以投个好胎啊！你们就是2条狗而已，还想要什么尊严和脸面吗？给你们1口饭吃就不错了。那既然如此，小姐你就一个人待在这里吧，恕不奉陪。就凭你平日里在这府上的所作所为，府中有几个人是真的敬你的？如今老爷因为贿赂朝廷命官的罪名被下狱，这府上还有谁能保你？如星和如月本来还想收拾2身衣裳再走，但是刚刚叶叔说，但凡是带走叶家的任意一件东西，都算是偷盗。那他们干脆什么都不要了，毫无留恋地离开了叶叔。不许走！回来！你们给我回来！不许走！真是能作死，自己一身病不知道啊，能不能消停点？小厮忍着恶心和嫌弃，把叶叔弄了起来，关在了屋子里。你们这些贱奴，真是反了！等我父亲出来，要你们好看！
叶舒在房间里骂骂咧咧了半天，嘴都骂干了，也没人搭理他。院子里空无一人，连个给他倒水的人都没有。他如今才知道害怕了，大哭了起来。可这才是刚刚开始而已。若明，你终于来了，你赶紧安排2个人过来伺候我。如星和如月这2个叛徒看我落魄，别跑路了。等我找到他们，我非要弄死他们不可。你还是先担心担心自己吧。接下来这几个月要怎么过？一身的脏病，叶从文也被下狱了，你今日落得这般下场，从未想过吧？你也是来落井下石的是吗？你犯了7出，不守妇道，不知廉耻，这是休书。自此以后，你我夫妻情分到此为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不，我和你没有什么夫妻情分可言，连逢场作戏都算不上。你休想！我是不会签下这休书的。这可由不得你，今日这休书你必须要签。你本就犯了7出之条，我作为你名义上的丈夫，就是拉你去进猪笼都不为过，只怕众人还要拍手叫好。而我如今只是准备休了你而已，你应该感到知足。你我本就是一对怨偶，当初是你爹逼迫我们强行成亲，既然都是互相折磨，那何不就此结束？那我若是不呢？我说了，由不得你，我不介意再上一次公堂，让知府大人来评理，断了咱们这亲事。你确定你要在这个时候和我和离？不是和离，而是我单方面的休了你。我不管，反正我不同意。等我父亲出狱以后，他一定会要你好看。骆明已经懒得和他多说废话了，他强忍着那股难闻的气味，拿出印泥，强行按住叶舒的手，逼迫他在休书上按了手印。从此他总算是摆脱了叶家妇女对自己的桎梏。他没有耽搁，直接去了胭脂所在的小院子，他要把她接出来，娶她为妻。至于骆家，他也不打算回去了。以前在危难之际，他们毫不犹豫地选择放弃了自己，如今他再也不会回去继续面对他们了。多谢大人，多谢夫人，如星如月感激不尽。日后如果有需要我们姐妹的地方，尽管提，我们姐妹2人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别这样，你们2个现在已经不是奴隶了，是良民了。我夫君已经在衙门打点好了，以后你们2人就好好的过自己的小日子，别说什么赴汤蹈火的话，是你们帮了我们。夫人，您真是人美心善。如星如月觉得，如果叶舒能有萧夫人一半好，他们也不至于背叛他。下午，夫妻2人还去了一趟齐府，带了一对小孩子戴的银手镯，一把金锁，叫上陆瑶一起去了齐修远家里看望。愿赌服输，以后我儿就是你们的干儿子。算起来我也不亏，一个干爹家境殷实，出手大方，一个干爹高中状元，是朝廷新贵，他自己的亲爹也不差，现在高第也是个官，以后这后台可硬朗了。择日不如撞日，今天就行认干亲的礼，你们商量一下，看娶个什么小子好。他的长子取名齐书运，上一世他的3个儿子都给萧河川披麻戴孝过。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萧河川和陆瑶就给孩子取了个小字，至于认干亲，就等他长大些再正式拜吧，现在孩子还小。程墨阳这边花了7天的时间，快马加鞭来到了冀州。父亲、母亲，诸位安好。可查探清楚了，你妹妹当年到底经历了什么？这是喜嬷嬷留给夫人的信，她已于10年前去世，上面交代清楚了当年事情的起因。赵勇我也一并带了过来，等候处置。将士接过信件拆开，信封上写着小姐亲戚，第1句话便是老奴有罪，罪无可恕。姜氏看着这封信越看越生气，拿着信纸的手都在发抖，他眼睛通红，脸上堆满了怒气，很难想象这信中的真相有多么的令人发指。夫人，信中到底说了什么？父亲，让我来说吧。程墨阳知道母亲此刻的状态很不好，所以便由他来代替母亲陈述当年的真相。18年前，母亲与父亲的侧室季柔同一时期有孕。季柔身子不好，本不适合生养，但她却极力坚持。当时慈恩寺的主持断言，母亲和季柔肚中孕育的都是女娃。那时候，父亲十分期待能有个女儿。季柔知道，一旦2个孩子出生，
他的孩子定然不会得到最好的一切，所有的宠爱与光芒皆会被嫡女抢走，而他的身体强行生下孩子以后定然是时日无多。他心中万分焦急，心想自己若是死了，他的孩子便无所依仗。这时候喜嬷嬷的儿子却犯了事，让季柔抓到了把柄。赵勇好赌，在外面输了钱，又在府内勾搭了一个丫鬟，两人暗通款曲，他输了银子被人追债，喜嬷嬷所有的钱都给他填了窟窿，但还是不够。他被逼迫得不行了，追债之人扬言还不上便要来宣平侯府闹事。他为了不连累喜嬷嬷，于是便逼迫那个丫鬟拿出钱财给他。两人起了争执，他失手杀死了那个丫鬟，被季柔撞了个正着。季柔便心生一计，他拿此事威胁喜嬷嬷，如果不按照他说的办，便要将赵勇押送官府。他就赵勇这一个儿子当成眼珠子似的，于是便答应了季柔的要求，在母亲生产那日将妹妹捂死，营造出夭折的假象。之后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了，他确实对妹妹下了手，但是在带着妹妹的尸体出城的时候，妹妹原本断了气，却突然哭了起来，没死。他出于对母亲的愧疚，于是便自作主张将妹妹暂时安置到了别处，让赵勇带着妹妹远走他乡，替他寻个好人家收养。但是赵勇这个畜生却将妹妹随意遗弃在荒郊野外，见她被人捡走，便自诩完成了任务，回了京都交差。据赵勇交代，他将妹妹扔在了冀州清河县一个名叫仙鹤村的地方，被一家姜姓的人家收养了。之后喜嬷嬷称病，母亲放他和儿子离开，他便带着赵勇远走宣城定居。因为做了亏心事，日日夜夜都在做噩梦，他最终熬垮了身体，郁郁而终。死前留下这封书信，让赵勇带去京都请罪。然而赵勇为了一己私欲，并没有听喜嬷嬷的交代，拿着书信来京都请罪，而是怕自己的事情暴露，要受牢狱之灾，还会受到咱们宣平侯府的迁怒，于是他便将这件事隐瞒至今，导致妹妹在外多过了10年的苦日子。所有人听见这个真相都沉默了，但同时也是愤怒的。宣平侯直接气得脸都白了，还有姜氏，他悔恨不已，自己居然宠爱了一个罪魁祸首的女儿整整18年，却任由自己的女儿流落在外吃苦。思及此，他再也忍不住，气血翻涌，晕了过去。母亲！这时候也没人注意姜穗改口的事情了。没什么大事，只是刚刚情绪过于激动，气血上涌，一时间没有缓过来，所以产生了眩晕。过会儿就醒了，好好休息休息就没事了。听见苏燕青这么说，众人才放下心来。姜穗一直守在床边，宣平侯就站在他身后，看着母女二人，他心中也是气愤到不行。对于季柔这个侧室，他印象中一直都是病恹恹又很柔弱的样子，也不多话。那件事出了以后，他本以为他是个好的，看他还日日强忍着身子不适，带着孩子来探望轩儿，但没想到都是他的预谋。他就是想让轩儿和自己的女儿培养感情，他只是在变相的托孤。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过上好日子，想尽办法扫清障碍，自己才好安心的走。他当真是心肠歹毒。谢谢，你在这里好好陪你母亲，我和你哥哥去处理一些事情。父亲去吧，母亲这里有我照顾着。孩子，你刚刚叫我什么？我叫您父亲啊，难道父亲不愿意我叫您父亲？愿意，当然愿意。只是你突然开口，为父有一些激动罢了。宣平侯确实挺激动的，自己盼了许久才盼来这一声父亲，怎么会不激动？但当下他要先处置了赵勇那个畜生，于是他带着儿子单独去见了赵勇。时隔多年，再次看到宣平侯，他已然老了许多，不再是当年那个翩翩公子的模样。如今的宣平侯成熟稳重内敛，自带压迫力。看见他，赵勇是很害怕的，他知道自己的好日子到头了。宣平侯也不会对他滥用私刑，所以要将他带回京都那边处置。
外地官员是没法越俎代庖的，最多是代为收押。如今最多还在冀州待半个月，萧鹤川就要回京都上任了，到时候将他一并带上，送去京都大理寺重查当年的案情。趁着剩下大半个月的时间，萧父想着带萧鹤川还有另外3个儿子回一趟仙鹤村重修一下祖坟，那是萧鹤川土生土长的地方，他如今高中状元，回那里才是正儿八经的衣锦还乡。此次回仙鹤村，就是他们父子几个回去即可，其余人继续待在冀州。江氏醒来以后，睁开眼，第一个看见的就是江穗。母亲，您醒了，饿了吧？我叫厨房给您炖了一些滋补清淡的汤品，这就让人给您送来。穗穗，你终于愿意改口叫我母亲了。之前是因为不适应，如今真相已然大白，证明咱们的确是亲生母女，所以女儿才没有后顾之忧了。傻孩子，等回了京都，就让你父亲对外宣布你的身份，将你认回。而程雪云，她已经享受了原本属于你的生活18年，她将不再是宣平侯府的嫡女。我本想着，就算将你认回，我也依旧愿意把她养在膝下。但是如今，这一切都是她小娘的一己私欲而造成的，我无法再对她一视同仁。之后，我和你父亲会给她找个人家，远远的嫁了。她小娘做出这些事，说到底和她也无关，我也不想为难她，只是再难回到从前了。都听母亲安排。孩子，你真是太懂事了。哥哥，妹妹，要不我也叫你穗穗吧？都可以，哥哥怎么顺口怎么来。好，那就叫穗穗吧，这个名字真好，岁岁平安。那日在白喜园，我帮着程雪云欺负你，你没有生气吧？看他这个紧张的样子，该不会以为我这么记仇吧？哥哥又没做错什么，我为什么要生气？而且当时你也不知道我们是亲兄妹啊，你也没有帮着程雪云胡作非为，哥哥处理得很好。真的？自然是真的。当时我见你就觉得你很亲切，你和母亲年轻的时候长得太像了，我回去以后还和母亲提过一嘴，但没想到命运就是这么神奇，我们这一家人兜兜转转还是团聚了。以后我们一定好好补偿你，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你想要什么一定和哥哥说，哥哥会想尽办法给你找来。那我要天上的星星月亮，哥哥也会给我去摘吗？这个怕是有点困难。好了，不逗你了，哥哥。我听母亲说，她为你的亲事无比犯愁，不如你早日遂了母亲的愿。闲时，江穗听江氏抱怨了几次，说是哥哥都已经过了及冠之年了，还是对自己的婚事不上心，他为此十分的焦急。给他相看了许多的世家千金，他都没看上。程墨阳是武士出来的，他在城防营有官职，比较清闲。别看他一副翩翩君子、温润如玉的模样，估计都以为他走的是文士之路，实则不然。他武功高强，温润的外表之下是热烈的侠义之心。要不是宣平侯府只有他这一个世子，他早就仗剑走天涯去了。成亲是大事，需双方看对眼才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最多相敬如宾，却难以举案齐眉。除非互相喜欢，日后的日子才会好过。就像是父亲与母亲一样，情投意合，才能一路走来都如此恩爱两不疑。哥哥说的对，那祝哥哥早日找到真命天女，得偿所愿。江穗也不知道自己未来的嫂子会是谁，反正他觉得嫁到宣平侯府来，肯定是来过好日子的。未来的公婆都很好说话，他这个小姑子呢，也已经外嫁，而且他也不是找事的主。那就借穗穗吉言了。两人在外面的对话被房里的江氏听了个真真切切，看着兄妹俩感情这么好，他也就放心了。好你个贱丫头，自己在外面过好日子，把老娘弄进这里当奴隶，日日在那暗无天日的地方做浆洗的活，白养了你这几十年，你会遭报应的。大胆贱奴，好生没规矩，跪下！来自主人家的压迫感吓得陈金花立马就跪下了，战战兢兢的。穗穗，这就是你那养母？是，她就是陈金花，我的养母。陈金花已经过够了如今的生活，
他能感觉得到江穗现在越来越出息了，自己的女儿又不要自己了，他这辈子能依靠的只有江穗了。江穗啊，我知道错了，我已经不该那么对你，我是真的知道错了。你让我离开这里好不好？我不想再当奴隶了。我以前虽然对你不好，可是我再怎么说也还是把你给养大了。如果没有我，你也不可能嫁给萧河川，过上现在这样的富贵日子，不是？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原谅我吧，让我恢复良民的身份。我保证，我以后再也不会来烦你了。我一定走得远远的，行不行啊？说着，陈金花开始磕头，眼泪也流了出来。江穗不要太了解他了，他就是在为了自己争取利益，想要早点离开这里而已。实际上，他压根儿心里就没有真心悔过。侯夫人，嫂嫂，要不这样吧，我给陈氏安排其他的事情做，以后不需要他再继续做江喜的活了。但他已经入了奴籍，这么大年纪了，去了别的地方也不一定能生存得下来，索性就留在我陆府。反正像他这般蛇蝎心肠的人，将来出来了，指不定还要祸害别人。如果嫂嫂和侯夫人信得过的话，以后自有我看着他。那就有劳陆公子了。侯夫人言重了，您是嫂嫂的亲生母亲，萧兄和嫂嫂平日里对我也有诸多照料，陆瑶铭记于心，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能为二位分忧是我的荣幸。是啊，侯夫人，阿瑶说的对，承蒙萧状元不弃，愿意带着我们家陆瑶一块读书，否则以他的天资，又怎么会这么快达到今日的成就呢？陆夫人也跟着搭腔，他儿子他自己知道，就是个读死书的，如果没有萧河川指点，别说入京了，就是秋闱也难以通过。侯夫人亲生母女，萧状元，跪在那里的陈金花一听，这对话中的元素太多了，她一时间有点懵。你是他的亲生母亲？你是侯府的夫人？没错，我已经找到了亲生父母了，便是京都宣平侯府的侯爷和侯夫人。你们说的萧状元，可是萧鹤川？是啊，那除了萧兄有这个本事，还有哪个姓萧的有这个本事，能一举便考中状元？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这不可能，一定是弄错了。陈金花一个人碎碎念着，她后悔了。如果早知道江穗这死丫头有这么好的身世，她就该对她好一点，不然现在凭着自己将她养大成人的恩情，如今也能过上好日子了。还有萧鹤川，早知道他以后能恢复正常，并且考上状元，那他无论如何也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那如今自己就是状元郎的岳母了。越想陈金花就越气，越气他就越不甘心，他接受不了，突然两眼一翻便晕了过去。江氏也已经瞧过了陈金花，落差感太大，他不知道要怎么说才好。陈金花有功有过，但是过大于功，如今这样的生活对他而言是最好的结局。萧家父子5人时隔3年又一次回到了仙鹤村，这里已然大变样。因为经历过一次地震，人口减少了许多，这里被官府重修过，都是一些崭新的房子。萧父这一趟回来不仅仅是来扫墓祭祖的，也想好好的长长脸。他给乡亲们带了很多礼物，吃的喝的用的应有尽有。众人将他围在中间，听他说去了冀州的故事。这一次返乡啊，就是带着孩子们回来祭祖的，感谢老祖宗的庇佑，我儿鹤川考上了状元，皇上亲封他为翰林院从6品编撰，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去京都上任了。老萧家是真的飞黄腾达了，自此摆脱了泥腿子出身，而是成为了书香门第士大夫之家，再也不是他们这些布衣百姓能比肩的了。但是怎么说，萧鹤川也是仙鹤村土生土长的，出了他这么个人物，说出去也倍有面子了。鹤川啊，叔叔婶子们可是看着你长大的，以前你还吃过我家鸡蛋呢。对呀，我还经常帮你娘抱你呢。你们家这几个兄弟啊，隔的年岁又小，那时候啊正是皮的时候。你娘啊招呼都招呼不过来，还是我帮忙带的呢。你现在飞黄腾达了，以后可不能忘了咱们这些乡亲们啊，以后有什么好事你可得优先想着咱们哦。萧鹤川被他们围得水泄不通的，
再看看自家父亲那个扬眉吐气的笑，他有些无奈。这是自然，此次衣锦还乡，我娘还有嫂嫂们都没跟着回来，理应是要招待一下乡亲们，喊大家伙一块吃个饭的。赵婶子，您的饭菜做得很好，这些银子你拿着，劳烦您叫上村里的婶婶们一起，去买些好酒好菜，张罗几桌，大家伙好好热闹热闹。萧河川拿出1袋银子，少说也有50两，这对于仙鹤村的这些村民们来说，已经是一笔巨款了。众人看着这包银子，满眼放光。哎呀，这也太多了，张了几桌饭菜，哪用得了这么多银子？不多，剩下的就当是婶子们的辛苦费。等的就是他这句话，一瞬间婶子们笑得脸上全是褶子。50两单看很多，但是分下去就没多少了。不过萧河川很会做人，至少他还愿意出点钱让他们占占便宜。婶子们立刻便组织了起来，买菜的买菜，准备锅碗瓢盆的准备锅碗瓢盆，还有桌椅板凳、大口锅。萧父则是带着儿子们去村长家拜访。据村民们说，老村长还在，只是这2年身子不太硬朗了，时常要卧床休养，离不开汤药。好啊好啊，我就知道我没看错这孩子，没想到我们这小地方还真能出个人中龙凤，也不枉我当年替你改了这么大气的一个名字呀。是的，萧鹤川的名字是老村长起的，当时还有人说这个名字起得太有分量了，怕他福薄撑不起来。然而他却在一天天的长大中向所有人都证明了自己能撑起这个名字。虽然过程有些曲折坎坷，但好在结果是好的。老村长听说他一回来就犒劳了父老乡亲们，连连对他竖起大拇指。江穗这几天一直带着自己的哥哥还有父亲母亲在冀州游玩。另外江穗还有一个打算，碍于方庙这边还有独特的身份，不可能一直把他留在碑墨亭，那样不现实，所以得重新培养一个掌事人。看了一圈，只有一个人合适，那人便是冉秋。可是夫人，奴婢是专门伺候您的呀。冉秋，你要相信自己可以。之后我长久都在京都，冀州这边的生意需要找信得过的人打理。实话告诉你，方妙还有其他的身份，他不可能一直留在碑墨亭。但是这话你不能现在就告诉他。我选你也是因为我信任你的能力，你不必再推辞了。希望你别辜负我对你的厚望。冉秋谢过夫人再造之恩，一定不会辜负夫人对我的厚望。好好干，以后争取做自己的主人，独当一面。萧鹤川回来以后也没休息2日，就收拾行囊准备出发京都了。2个月的假期转眼只剩下半个多月，得赶紧回京都上任了。此行回京都，萧鹤川带上了柳怀风一起。江穗知道他，也相信以后在萧鹤川的带领下，柳怀风一定能走上正道。鹤川呐，穗穗，这一去京都，下次再回来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你们可得经常写信回来报平安呐。放心吧娘，家书每月2封，到时候你可别嫌我们这里墨迹啰嗦。哎呦，怎么会？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哎，不过你小子，我可提前告诉你啊，你要是敢欺负穗穗，被我知道了，我千里之外也要跑到京都去，把你小子的腿给打断，听见没？放心吧娘，我哪敢呢？岳父岳母还有大舅子都在京都看着呢，就是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呢。还有就是等过2年儿子升迁了，在京都站稳了脚跟，就把您和爹接去京都过好日子。您不是说您也想当当老太君吗？哎呀，你这死孩子，胡说什么呢？你娘我不要面子的。亲家母，我可真佩服你，拉扯这么多孩子长大，还个个都培养得这么好。穗穗和我说，你一个人撑起全家的一片天。女子本弱，为母则刚，果然说的没错。同你比起来啊，我真是惭愧，吃不得一点苦。我应该向您看齐。您也放心，我会把鹤川当成自己的儿子看待。在京都，我们宣平侯府就是他的第2个家，是他的底气和靠山。哎，有您这些话，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多谢你了，以后2个孩子就有劳您费心了，我这厢有礼了。不再磨叽，一行人浩浩荡荡的上路，看着冀州城门口越来越远。
此刻，贺连恒站在城楼上，看着他们一行人远去，手里的折扇不断地拍打着手心。他心想，萧鹤川此人不当敌人的话，还是挺顺眼的，至少他没有阻止自己和方妙接触。看来那天自己说的话起了作用。反观此刻的叶府，叶舒自从叶从文入狱，如心和如月离开他以后，他便过上了被下人苛待的日子。没人伺候他日常换洗排泄，每天送来的饭菜也很敷衍。那些来送饭菜的下人们一个个都捏着鼻子，嫌弃的不行。他本来就有花柳病，又没有找人医治，再加上卫生保持不得当，已经开始严重恶化感染。等待叶舒的只有死亡，他烂在叶家也不会有人管他了。随着病情的恶化，他的情况也越来越糟糕，最终死在了花柳病的摧残之下。叶从文马上就要出狱了，府中的下人们这一日去给叶舒送饭，准备给他收拾收拾。毕竟真的等叶从文回来，看见他女儿这个样子，恐怕是要降罪的。不好了，出事了！大小姐死了！这个时候，骆明却出现了。他作为叶家从前的姑爷，他一来，下人们围他马首是瞻，让他想办法救救他们。这样吧，我给你们出个主意，等到叶从文回来，你们也好有个交代。骆明已经想到了帮他们瞒天过海的方法。当天晚上，叶舒所居住的院子便起了一场大火。因为是夜深人静，府中的下人们发现晚了，火势得不到控制，抢救已经来不及了。大小姐活生生的被烧死在了院子里。因为大小姐身边伺候的2个婢女都走了，所以晚上没有人帮大小姐守夜。大小姐不慎打翻了烛台，酿成了悲剧。事后立马通知了官府前来检验现场，叶舒已然烧成了一具焦尸。仵作验尸以后，并没有发现哪里不对劲，判定为意外失火导致死亡。3月期满，叶从文从狱中出来，已经和当初进去的模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他回到府中，府中还挂着白绸，叶舒的丧事才过去不久。叶从文抱着女儿的骨灰，踉踉跄跄的来到祠堂，扑通一下跪倒在亡妻的牌位前，痛哭流涕。是他有负亡妻的嘱托，没有把女儿给照顾好，但如今说这些，一切都晚了。府里的人没敢告诉他，现在白云书院已经隶属于朝廷管辖，如今的院长是仲云先生，而叶从文因为德行有亏，已经被白云书院除名了，以后不允许再育人子弟。当叶从文再次来到白云书院的时候，书院门口围满了衙门的士兵，以维持书院的秩序。你就是叶从文呐？难道你还不知道你已经被白云书院除名了吗？现在白云书院是官家的产业了，如今的院长由德高望重的仲云先生担任。至于你，德行有亏，连自己女儿都教育不好，也无法严于律己，你配为人师吗？赶紧走吧，别脏了这地界。不可能，不可能！你们肯定是在和我开玩笑吧？我可是院长，我手底下可是培养出了状元郎的，冀州多少年没有状元郎，都是我的功劳。你们不能因为那些风言风语就否定我一切的努力，不可以！哼，咱们冀州出了个状元郎，和你有什么关系啊？那都是仲云先生的功劳。状元郎是他座下的学生，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也敢随便攀附？去！现在白云书院和你没半毛钱的关系，劝你不要闹事，否则我上报给刺史大人治你的罪。士兵们对叶从文进行驱赶，不让他靠近白云书院。他不相信，他要找人评理，于是跑到了刺史府去告状。结果刺史大人根本不想见他，而是让人告诉他，一切都是朝廷的决策，只得服从。如果执意反抗，后果自负。叶从文遭受了这一连串的打击，失去了所有在意的人和物，还有他最在意的名声。他实在是接受不了，变得癫狂不已，时而崩溃大哭，时而崩溃大笑。不久后，街上便出现了一个披头散发的老疯子。搞定！希望你早日穿上大红仙鹤袍。3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穿大红色绣仙鹤的官袍，萧鹤川是从6品，他的官服是深蓝色的。好，为父一定努力攀登，
到时候给你争个诰命夫人当当。江穗心想，这个可以有啊，诰命夫人听着就神气。过一会儿，江穗得去趟宣平侯府，母亲说有事和他说，然而他不知道他们是给自己准备了一份大礼呢。到了宣平侯府，前厅院子里摆了好多口红木箱子。哥哥，你这是要去下聘吗？哪家的姑娘？穗穗，你可真会开玩笑，这些都是父亲母亲给你准备的，要补给你的嫁妆。给我的？这么多？对啊，宣平侯府积攒了几代人的财富，这些都不算什么。你放心，我的那份母亲给我留着呢。不过如果妹妹不嫌弃的话，把我的那份也给你吧。啊，不，你的还是留着娶媳妇儿吧。没事，我可以自己挣。那得挣多久啊？太少了，怕未来嫂子不肯嫁你。那不怕，如若她看中的只是我的钱，而不是我这个人，那我娶她回来做甚？但她若是真心实意对我，该她的，我一分一厘都不会少她的。程墨阳的三观果然端正，无可挑剔。兄妹两个正说笑着，江氏和宣平侯便来了。穗穗，快过来，父亲和母亲有东西要给你。跟随二人进入正厅，江氏便拿出一个木盒子，沉甸甸的。穗穗，这是我和你父亲清点了一下侯府的产业，专门给你匀出来的一份嫁妆。不能亲自看着你出嫁，已是人生之遗憾。但是如今你回到了我们身边，该给你准备的，我们还是给你准备好了。外面那些箱子里都是从库房给你挑选的金银珠宝，还有一些绫罗绸缎、值钱的摆件什么的。这里面装的则是田铺地契。你父亲在郊外有一片上百亩的果园，年产新鲜瓜果上万斤，如今也都转到你的名下，作为你在京都的依仗。看着这满满一盒子的地契，厚厚的一沓，江穗有种发财了的感觉。这不是妥妥的小富婆一名了吗？穗穗啊，你吃苦了，这些都是你的，整个宣平侯府都是你的。你还想要什么？尽管跟父亲说，父亲想尽一切办法替你去寻。够了，父亲母亲，这些已经够多了，女儿没什么想要的了。江穗连忙摆手，她心里琢磨着要不要给原主的灵魂多烧点纸钱，毕竟现在她代替他享受着这泼天的富贵，还有来之不易的亲情。去看看吧，一会儿让人帮你送到状元府。我已经和你爹看好日子了，7日后准备一场宴会，我们会向整个京都的世家们发帖，邀请他们来参加我们的任女宴。都听父亲母亲安排。只是程雪云那边，那里不需要你操心，你只管好好的准备着，7日后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然后接受全京都的人对你的祝福即可。对于程雪云，宣平侯夫妇自有决断。总之不可能接受她继续成为宣平侯府的嫡女，但是念在她是宣平侯血脉的份上，会尽早给她安排一桩合适的婚事，哪怕是低价远嫁也行，反正是不可能让她继续留在宣平侯府的。府中的小厮侍卫齐齐出动，才把这些嫁妆箱子全部抬去了状元府。状元府的库房都快要放不下了，除去这些能看得见的，额外还有10万两白银，用银票的方式给的江穗。她现在就是名副其实的小富婆一枚了。江氏一直觉得状元府太小了，于是让江穗搬去他给他的产业中，随便一处宅子都比状元府宽敞得多。但是江穗拒绝了，毕竟他们就2口子，没必要住那么大。再说了，状元府是圣上御赐的，现在萧鹤川也就是个从6品的官而已，把架势搞得太大，容易被人猜忌，还是低调一点的好。夏婉宁听说他从冀州回来了，找了人来请他去巡王府叙旧。江穗到巡王府的时候，正好碰上贺连景下朝回来，萧鹤川也和他在一起。就知道婉宁把你也接过来了，今天我们4个坐下来好好吃顿饭，顺便恭喜你找回了亲生父母。贺连景对江穗是很客气的，因为他把萧鹤川当作知己好友，不然以他的性格，对什么人都是冷冰冰的。再次见到夏婉宁，她已经梳起了妇人发髻，但是那张绝美的容颜相比起往日更加的熠熠生辉了。穗穗，你终于回来了，我终于能有个长久的伴儿陪着我玩了。我也想你啊，2个月不见，你又变美了。贺连景派去塞外的罗刹国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
顺便从那里给我带回了许多罗刹国女人们用的香膏。罗刹国是女帝掌权，在他们那里女性地位很高，我那里还有很多的，你都拿去，顺便分一些给宣平侯夫人。赫连景这边派去罗刹国打听消息的人回来了，带回了好消息，也带回了坏消息。好消息是，打听到罗刹国女帝有一个失踪在外的王女，一直没有放弃寻找。坏消息是，罗刹国准备对大庆发兵攻打，已经在备战，估计就这2年了。罗刹国国力强盛，善骑射，是马背上的国家。他们的臣民身体素质强健，男性基本上身高都在1.75米以上，很少有矮小的。真要是打起仗来，大庆会比较吃力。最关键的是，罗刹国有一种很恐怖的武器——火铳，可谓近战无敌。现在萧河川给赫连景准备了一个很大的筹码，只要利用好了，那赫连景以后的太子之位会稳如磐石。但不确定的因素就在于赫连横，他也是重生回来的。他虽然现在看着是在摆烂，却也不敢排除他哪天又突然来劲了，又想争储了。现在赫连横和方妙打得火热，萧河川在想，自己放任不管，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决定了。还没有到饭点，赫连景先和萧河川去了房间里面议事，夏婉宁则是带着江穗在王府里转悠。郊外，程墨阳特意来了一趟庄子，他今日过来并不是来关心程雪云的，而是来通知他一些事情。哥哥，你终于来看我了。别闹，就站在那儿说。哥哥，你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冷淡？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你难道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关于养羊粉的事情，我真的知道错了。哥哥，你带我回家好不好？我想父亲母亲了，我以后一定会乖乖听话的。你暂时还不能回去。为什么？我发誓我会听话的，我不会再惹父亲母亲生气了。7日后，父亲母亲便会对外宣布朕回岁岁，她以后便是宣平侯府唯一的嫡女，届时家里会来很多宾客，你现在回去不合适。唯一的嫡女？她是唯一的嫡女，那我呢？你是侧室季柔所出，这些年你已经代替岁岁当了18年的嫡女，是时候把这个位置还给她了。我今日来也是来告诉你当年的真相的。真相？什么真相？和我有关系吗？我也是父亲的女儿啊！我在母亲膝下18年，我早已经将她当作亲生母亲。难道就因为江穗回来了，我和母亲的那些母女情分就全部作废了吗？还有哥哥你，也要因为他一回来就不要我这个妹妹了吗？这么多年在你身边的是我呀，却比不上他一个刚回来才几个月的。程雪云大声地喊着，情绪很是激动，但是任凭他怎么激动，程墨阳也无动于衷。你娘为了让你被重视，过上好日子，设计了这么大一出戏，差点害死了我亲生的妹妹。还好岁岁的命大，缓过一口气来，不然我们怕是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她受的委屈。但是岁岁也不和你计较，也不和你争风吃醋，反倒是你丝毫没有愧疚，还总是把她当成眼中钉肉中刺。你应该感到知足了，如果你不做出那些事，父亲母亲也不会对你这么失望。可是这些都是他季柔的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当年只是个孩子而已，我懂什么？他已经死了，他犯下的错难道要我来偿还吗？我现在终于知道为什么你的性子会这么恶劣且无情了。他们说的果然没错，什么样母亲才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你和季柔是一样的自私自利，狠毒无情。程墨阳如今有些恍惚，他感觉前头这18年都没有发现程雪云是这般的自私自利。没错，我就是自私自利。你们体会不到我的心情，当然会说我是自私自利。江穗他怎么不去死？他为什么要出现？他不是过得挺好的吗？他当年怎么不直接死了算了？程墨阳忍不了了，他脸涨得通红，他直接给了程雪云一巴掌。哥哥，你打我！你不该说出这么恶毒的话来诅咒岁岁的。他并不欠你，父亲已经在替你挑选良婿，该给你准备的嫁妆也不会少你的。你也到年纪该嫁人了，这段时间就好好留在别院，改改你那臭脾气。不嫁人，我不要嫁人，我不要嫁给我不喜欢的人。哥哥，我错了，求求你和父亲说说，我的婚事我想自己做主。宣平侯肯定不会在京都给他选夫婿了，因为程雪云的名声已经在那里了，谁都不敢要，所以只能给他选远离京都的，
就算是以庶女的身份，别人看在宣平侯府的份上，也不敢苛待她，还得捧着她，这便是下嫁的好处。但是以程雪云的心性，一般的男人她是瞧不上的。她自己没什么本事，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却眼高于顶。而宣平侯这边也已经让人撤掉了他母亲在祠堂的牌位，甚至在寺庙供奉的牌位也被除去了，没有将程雪云除出族谱，也是惦念着家丑不可外扬的原则。先回院子里梳洗一番，今日这场合你别胡闹。父亲母亲，您二位自诩高风亮节，对待子女一视同仁，但如今却是搞起了区别对待。我虽然不是母亲亲生，但好歹是父亲的血脉，身上流淌着整个城市的血。你们为了衬托他，便将我关在郊外别院，抛诸脑后，却在府中大肆宴请宾客，不让我出现。请问，这就是父亲母亲所谓的一视同仁吗？关你在别院是为了让你反省，你因为嫉妒欲向姊妹投毒，结果却害到自己。我和你父亲也只是将你送去别院思过，怎么到你嘴里就成了我们偏心了？将是这么说，围观的人瞬间议论纷纷。哎呦，没想到啊，这程雪云居然这么狠毒，因为嫉妒就对湘君投毒，若是闹出了人命，可怎生是好？这也的确是像他的作风啊，估计是真正的嫡女回来了，他的地位受到威胁，就想将程湘君除之后快吧。呸，真不要脸！他占了人家的尊贵宠爱这么多年，还不知道满足，反而还心生怨毒。如果我是侯爷和侯夫人，断不会这么轻易放了他。他倒好，还有理了。真是家门不幸，侯爷和侯夫人一向美名在外，偏偏出了他这么个另类，丢了人还不自知。程雪云听着周围人的议论，脸色白了又青，青了又白。他本就是个没脑子的，还以为自己多聪明，一番话把自己说澎湃了还。你还想闹到什么时候？还嫌不够丢人吗？程雪云自知现在的场面与自己不易，所以就想先溜，但是夏婉宁可不会轻易放过他。唉，可怜我们的岁岁，从小便在外面过苦日子，这深宅之中的算计尔虞我诈，让人防不胜防。他在刚出生就被人设计抛弃，对谁最有利不言而喻。唉，可叫某些人捡了天大的便宜，不知反省己身，毫无愧疚也就算了，还觉得理所应当。我若是你，便应该好好弥补，维系好与家人兄妹的情分，才是最好的出路，而不是妒性大发。夏婉宁虽然没有明说，但是这些话也足够令人深思了。众人看着程雪云的眼神越来越怪异，最后程雪云落荒而逃。算了，不管了，既然回到了侯府，总比继续留在别院好，总不能再强行将我送走了。大不了到时候一哭二闹三上吊，演苦肉计就完了。他跑回了院子里，发现自己的丫鬟都被留在了庄子的别院，都没人使唤，当场他便崩溃了，坐在地上大哭起来。傍晚宾客散尽，众人也是吃了瓜回去。到明天，京都只怕是会盛行一件流言，那就是关于真正的宣平侯嫡女当年到底是怎么会被丢弃的，各种版本都有，而且都和程雪云扯不开。宣平侯已经挑选了几个合适的人选，让程雪云自己选未来夫婿。父亲，您找女儿过来有何事？你也已经过了18了，马上就奔着19去了。我呢，替你挑选了几门合适的婚事，都是仪表堂堂、品行俱佳、家世简单清白的人家。你嫁给任何一个都不会受委屈。这里都是画像，你先看看有没有中意的。程雪云一听是给自己择婿，他忍着没反驳，转身去看，的确如父亲所说，这画像看着都是仪表堂堂、风度翩翩。怎么都是一些小官啊，还都不是金官？咱们可是侯府，这不是让我下嫁吗？这怎么能行？让你下嫁也是为你好，婆家看在我宣平侯府的门第上，自然会善待你。你嫁过去便直接就是当家主母，没人敢给你脸色瞧，这不好吗？再一个，你在京都做了这么多惊人的事迹，现在哪家公子愿意与你议亲呢？宣平侯说得很直接，把利弊都跟他说清楚，然后让他自己掂量。父亲母亲，女儿想留在京都，日后时常能回来看望孝敬儿了，不想远嫁。可京都并没有适配你的男子可选，唯一有几个也是一听说是你就不乐意了，
说你并不是一世一家的女子。那就算不嫁京都，这日后的婆家至少也得是3品官员之家，才能配得上咱们侯府的门楣啊！我不与你多言，反正你必须选一个。你都已经18岁了，也到议亲的年纪了，再拖更加不好议亲了。我给你挑的都是有前途的人选，日后他们若是仕途坦荡，升迁也是早晚的事情。靠自己努力，而不是靠家族，这样得来的官位，岂不是更有意义？那更能说明能力。父亲，女儿不喜欢他们，看不上他们。你都没相处过，怎么就不喜欢了？你父亲已经替你打算了这么多，你为何还要挑3拣4呢？你父亲已经同他们通过书信了，过段时间他们来京述职，会同你见上一面，你当面瞧瞧再做打算也不迟。你若是不想嫁人，那就去慈恩寺当姑子，或者在别院待一辈子，你自己选吧。江穗和萧鹤川就是秉承着看热闹的态度，完全不参与程雪云的事儿。宣平侯府想怎么安排他都行，只要程雪云不在自己面前作妖。程雪云被放了最后的通牒，急得团团转。这3个选择，他哪个都不想选。他要嫁就要嫁人中龙凤，他要留在京都证明自己。反正他就是不想让江穗好过，至少也不能比他好过。回到院子以后，程雪云怎么想都觉得不甘心。他想到萧鹤川的身姿样貌还有才华，脸上浮现出一丝红晕，托着腮，一脸向往的样子。只有这样的男子，才是我程雪云想要的。江穗他凭什么？他凭什么啥都是最好的？程雪云在想，如果他要是和萧鹤川发生点什么，江穗的脸色得有多精彩。想到这个，程雪云就觉得开心。就算是以后只能做小，那也没关系，只要能留在京都膈应江穗就行。再一个，她宁愿嫁给精彩绝艳的人做小，也不愿意嫁给平庸之辈为妻，一辈子看不到出路。做小也没事，会争不就行了？程雪云的心里已经完全扭曲了。她本就对萧鹤川一见倾心，她就想嫁他这样的男子。现在留给她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必须要做出点行动才行。于是她叫来自己的心腹丫鬟，开始筹谋。这程雪云致力于在众人的雷区蹦跶，作死啊！这段时间，萧鹤川每天早上跟着岳父一起上下朝，下午一起在书房议事，谈下笔墨人生，有时候又和大舅子一起探讨一下武艺。他的武功当然是不如程墨阳的，毕竟程墨阳是武士出身，两人也就是点到为止，能过上几招。如今天气炎热，萧鹤川每每和程墨阳切磋完，必定要来一碗清凉解暑的酸梅饮。今日也是如此，只不过今日来送酸梅饮的丫鬟有点眼生，而且今天送的比较早。世子、姑爷，二小姐让我来给2位送解暑的酸梅饮。听说是江穗让人送来的，萧鹤川和程墨阳都没有犹豫，直接喝了下去。兄长，天气炎热，注意防暑。我先回去换洗了，一会儿岳父大人还找我书房议事，便不多作陪了。走着走着，萧鹤川突然感觉身上有些明显的变化，他身上还有脸上开始发烫，一颗心变得燥热无比。很快他便感觉自己意识有些不清楚了，他甩了甩头，感觉眼前的路都是歪歪扭扭的。这个时候，2个丫鬟顺势将萧鹤川拉到了一个房间，程雪云已经在里面等着了，他还特意打扮了一番。萧鹤川觉得全身软绵绵的，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江穗，他奋力保持着一份清醒，知道自己是遭人算计了。他想起来腰间系着一个香包，里面的香料是特制的，是他在冀州的时候让苏燕青替他配置的。这香包在中了迷药和迷烟的时候拿出来闻一闻，可以尽量让人保持清醒。不知道这香包对于媚药有没有效果？萧鹤川强忍着不适，一把扯下香囊，放在鼻子边，狠狠地吸了一口，感觉到眼神得到片刻的清明。丫鬟已经将门带上，然后守在了外面，按照小姐的吩咐，一会儿听见动静以后，就立马去禀报侯爷和侯夫人。萧郎，你可知我心中最中意的人是你呀？这一巴掌的力度可不轻，程雪云直接被一巴掌掀翻在地上。滚！外面的丫鬟听到自家小姐的惊呼声，本来精神就高度紧张，
以为是成了，便匆匆忙忙跑去叫侯爷和侯夫人去了。萧河川双眼猩红，他弯下腰，一把掐住了程雪云的脖子。程雪云，你不该打我的主意的。程雪云喘不上气来，感觉死亡离自己越来越近。我警告你，你下次再敢打我的主意，我一定会杀了你。听清楚了没有？程雪云已经吓得眼泪汪汪了，浑身发着抖。萧河川松开了手，程雪云便捂着自己的脖子，开始疯狂的咳嗽。萧河川一脚把门踹开，一直用香囊捂着自己的鼻子，保持清醒，跌跌撞撞的往梧桐院跑。你怎么了？你们俩去院门口守着，别让人来打扰。秋水伊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姑爷都这么说了，两人只好俯身退下，乖乖的去院门口守着。紧接着，萧河川便不由分说的将江穗大横抱起，大步流星的朝着寝房而去。你被人下药了？萧河川只是闷闷的应了一声，然后便埋首在他颈间。至于事情的起始，只能等他身上的药效发挥掉以后再说了。1个时辰以后，江穗感觉自己的骨头都要散架了。而程雪云这边，丫鬟们请来了侯爷和侯夫人，刚到厢房就看到准备要逃走的程雪云。程墨阳也闻声赶来。你这是？我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可是你身边的丫鬟说姑爷在欺负你。江氏眯着眼睛，因为刚刚这2个丫鬟慌慌张张的跑过来说姑爷欲对大小姐行不轨之事。当时夫妻俩便感到不可思议，怎么可能呢？女婿可不像会干出这种事的人，但他们还是要过来一探究竟。结果一来便看见程雪云这副模样。都是他们胡说的，没有的事。程雪云十分心虚，一直挡着自己的脸和脖子。江氏感到奇怪，便伸手去拉他，程雪云死死地捂着。江氏竟然还拗不过他，便眼神示意下人帮忙。你说这是不小心摔的，怎么可能？你们的主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样？你们俩给我如实招来，胆敢胡言乱语，本世子便将你们发卖出去。2个丫鬟吓得扑通一声便跪在地上，哆哆嗦嗦的把程雪云做过的事情全都交代了出来。逆女，我看你也不需要嫁人了，嫁到别人家也只会扰得人家鸡犬不宁，连带着也会祸及我宣平侯府的名声。既然你如此不知廉耻，不知自爱，那便从今日起就将你送去贞节堂进修，你余生便待在贞节堂，好好洗洗自身上的污浊之气吧。我不去贞节堂，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我还是清白之身。父亲，我不去贞节堂。但你的心已经脏了，已经不再适合留在侯府，也不适合为人妻为人母，所以贞节堂才是你这辈子最终的归宿。我心意已决，动手。他叫来了几个婆子，直接强行将程雪云绑了起来，嘴里塞上棉布，五花大绑的送去了贞节堂。没有了程雪云的捣乱和碍眼，这日子就过得舒心了。但是宣平侯还是为了家族脸面，费了不少心思，伪造出了一场将程雪云远嫁的场面，没有大肆操办，给他出示了66台嫁妆，但里面都是空箱子，都只是表面功夫罢了。萧鹤川这边才上任1个月，便已经完全可以胜任自己的工作。每次他叫皇子们议事，或者是给皇子们出考验的时候，萧鹤川基本上都在圣上左右。每当皇子们离开上书房，圣上便会询问他，刚刚哪个皇子的策论和辩论比较好。萧鹤川也是有什么就说什么，一视同仁，就事而论。他这种谁都不偏袒的态度，让圣上很满意。坊间传闻他与荀王走得近，荀王妃和他的妻子又是闺中密友，但他也并没有因此偏袒荀王，替他说话。圣上在这4个儿子里最满意的就是贺连景。贺连衡已经好几个月不见人影了，圣上都快忘了自己还有个皇长子了。圣上这些举动是在替以后的国君培养一个强大的臂膀。这个人要足够年轻，足够优秀，足够有政治能力，德行也要经得起考验。鉴于萧鹤川近来的表现，在9月皇家围猎上，圣上特意给了萧鹤川1个名额，让他伴驾。以往只有3品以上的官员才有参加皇家围猎的资格，但现在萧鹤川只有从6品，可见圣上对他有多看重。时隔2个月，江穗发现自己越发的慵懒起来。他这个月没有来癸水，
于是他猜测自己应该是有孕了。算起来，嫁给萧鹤川已经是第4年了，自己也已经过了18岁，是该给他生个孩子了。他心心念念的女儿，怕是已经悄无声息的到来了。江穗叫来了娄医女替自己诊脉，经过一番诊断过后，确实如他所料，自己怀孕了，已经1个多月。恭喜夫人，贺喜夫人！一人赏20两银子，府中下人这个月的月银每人加2两。江穗现在就是不差钱儿。这个消息一放出来，全府上下都欢呼了起来，做起事来也更加的卖力和仔细。状元府有江氏推荐过来的一个管家打理，府中的秩序维持得很好，下人们之间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勾心斗角，气氛都保持得很和谐。主要还得是主子们好说话，对待下人也大方，赏罚分明。这个消息江穗打算等晚上萧鹤川回来就告诉他，让他好好的高兴一下。江穗没想到江氏的消息居然这么灵通，这才多一会儿他就已经上门来了。母亲，您这是？这些都是给你准备的孕期要用到的滋补之物，这前3个月尤为重要，要把胎做稳，需要特别细心才可。这位是方嬷嬷，她最擅长的便是照顾有孕之人，十分细致周到，也靠得住。以后啊，她便跟着你，专门负责你孕期的饮食还有调养。她有一套自己的食谱，可以让孕期的妇人既能尽力保持身形不过度肥胖，还能保证胎儿在母体有足够的补给。谢谢母亲替女儿打算。秋水，快点方嬷嬷去安置。是，夫人。行了，别在日头下站着了，快进去坐着说吧。穗穗，马上就是3年一度的皇家围猎，这次圣上特意恩准妹夫搬家，你作为家眷是可以跟着一块儿去的，但如今你已经有孕，围场怕是去不了了。江穗想到电视剧里面演的那种皇家围猎，向来场面十分浩大，而且书中也写过一次，描写的特别有画面感，他就也很想见识一下，看看古代的世面。现在好了，好消息是他赶上围猎了，坏消息是怀孕了，去不了。江穗眉头一皱，江氏立马瞪了程墨阳一眼，示意他别乱说话，惹得妹妹不开心了。啊，这围猎3年一次，这次参加不了，还有下次。相信3年之后，以妹夫的才能，已然不需要圣上特许了。我知道哥哥，只是有些失落而已，并没有不高兴。那这次围猎哥哥会去吗？当然，我是城防营参将，又是武士一家，皇家围猎，圣上需要众多高手在旁护驾。这次围猎我是必须要去的，到时候哥哥给你打野味回来吃。皇家围猎场的猎物那可是十分肥美的。真好，说不定这次围猎场众多名媛千金，哥哥一不小心就碰上了自己的真命天女了，也说不准。对呀，说不定这回围猎还真能给我找个未来的儿媳妇回来，那我可真是太高兴了。这次围猎我就不去了，在京都陪着你，到时候给这个臭小子准备几身像样的行头，也叫那些闺秀们都注意注意他才是。母亲，就哥哥这相貌还有气度，压根就不需要装扮得多精致，他往那儿一站，那些闺秀们的目光自然就会追随他而去。您该担心的是您的儿子不给人家机会。程墨阳的颜值那是没得挑的，他在京都也是镀了金，妥妥的金龟婿一枚，就看谁家能钓到了。母女俩把程墨阳说得脸通红，他尴尬的咳嗽2声。母亲，妹妹，我这是去当差的，又不是专门去挑选媳妇儿的，你们就别打趣我了。母女2人皆被他给逗笑。江氏在状元府陪伴江穗到了傍晚才回去，他前脚刚走，萧鹤川后脚就回来了。他正准备把他能去围猎场伴嫁的事情告诉江穗，让这个喜欢凑热闹的小丫头高兴高兴，结果一踏进家门就感觉这氛围有些不同，下人们一看见他便笑呵呵地对他道喜。恭喜主君。萧鹤川也不知道他们在恭喜自己什么，问他们也只是笑。穗穗，这位是？萧鹤川连官服都还来不及脱，就往他对面一坐。这位是方嬷嬷，她是母亲专门找来照顾我，她最擅长的便是打点孕妇的日常饮食。啊，原来是岳母送来的，那以后穗穗就劳烦方嬷嬷看过了。不是，她是真没反应过来还是装的？等等，穗穗，你刚才说她最擅长什么？啊，回主君的话，
奴婢最擅长打理制作孕妇孕期的饮食，已经做了20多年了，有自己专门的一本为有孕之人撰写的菜谱。最擅长照顾孕妇，又是岳母，专门找来伺候穗穗的，那说明，穗穗，你有喜了？已经1个多月了。娄姨女说孩子一切都好。萧河川这一刻的激动之情是难以言喻的，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表达了，只是一个劲儿的傻笑。穗穗，你掐我一下行不行？你没有在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穗穗，谢谢你，穗穗，有你是我此生之最幸。和你在一起也是我这一生做过最正确的决定。夫妻俩这般恩爱，也感染着在场的所有人，大家都很羡慕夫人和主君的感情。我得立马给家里去信，告诉爹娘他们你怀孕的消息。娘一直盼望着咱们也能早日有个孩子，如今她也能放心了。在来京都之前，萧母就一直和萧河川说，让他们夫妻俩稳定下来以后早点要个孩子，这样才算是有了自己的小家。如今萧河川的3个哥哥还有唯一的一个妹妹都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家了，就差他了。晚饭过后，萧河川便在书房点上烛台，给家里写了一封家书。眼看着要不了多久，萧兰兰也即将临盆了。他和穗穗给孩子准备了出生礼物，一对金手镯，还有一个如意金项圈，到时候会跟着这封家书一起到冀州。另外又给家里其他人也都准备了礼物，他从翰林院找了几本不错的书还有诗集誊抄了下来，准备送给远哥助力他的学业。远哥爱读书，天赋也是不错，希望能对他有所帮助。自从江穗有孕以后，便受到了全家人的关注和呵护，江氏几乎每天都往他这跑，陪着他聊天解闷。他才不管外人怎么看待他，天天往女婿家跑合不合适。他的女儿好不容易才找回来，他就是要陪伴着她。程墨阳呢，也是换着法儿的给他找一些有意思又好玩的东西，吃的喝的，只要是新鲜的新奇的，全往状元府送去。夏婉宁也会时不时来看他，听说她有孕以后也是特别激动，当场便放言以后无论如何也要和他结亲家。他自己的肚子都还没有消息呢，就先打上江穗肚子里宝宝的主意了。因为夏婉宁说，江穗和萧河川的孩子生出来肯定很漂亮，会继承父母优良的基因，这样好的基因，他自然是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先下手为强。江穗如今已经过上了他梦想中那样躺平的生活了，所以他对一切都很满足。7日后，皇家围猎开启。公主殿下，您乃是千金之躯，万不可儿戏。程墨阳跪在地上，微微低着头，目不斜视，十分认真严肃。程世子，你把本宫想得太娇贵了，不过是骑骑马而已，不会怎么样的，你放心，我会差人去告诉父皇一声，如果本宫要是不小心摔了，肯定不会治你的罪的。安乐公主虽然已经17了，但是说话还是有点奶声奶气，有点娃娃音。其实程墨阳也没有见过安乐公主几次，只有时不时在宫宴上远远的见过几次，也没有交流过。他还是头一次听她说话呢，这声音真可爱。于是他忍不住抬头看了一眼公主的尊容，只看了一眼，程墨阳的脸便臊得通红，连忙移开目光，继续看着地上。程世子这是害羞了？臣有罪，不该直视公主尊容，还请公主责罚。无妨，你见了本宫会害羞，说明本宫长得好看，你无罪。再说了，程世子乃是宣平侯府的世子，同样身份尊贵，也无需在本宫面前太过拘谨，不知道的还以为本宫会吃人呢。公主殿下金枝玉叶，臣不敢造次。你这个人哪里都好，就是太死板了。不过这样也挺好的。公主说什么？臣没听清。没什么，反正我不管，本宫必须要骑一段马。程世子武功高强，相信定然不会让本宫出事的，对吧？安乐公主当然不会让他听到自己后面说的话，她红着脸看着程墨阳，眼神中带着期许。程墨阳面对她这个眼神，居然有点无法拒绝，于是下意识的点点头。见他答应，安乐公主欢呼雀跃起来。我就知道程世子最好了，快扶本宫下车。安乐公主朝着一边的婢女伸出手，让她搀扶自己下来。
程墨阳还是派人去请示了皇上和皇后娘娘，得到了允许以后，才敢真的让公主上马。上马之前，他先是和公主说了一些注意事项，以免等下出意外。公主殿下，我这马本是烈马，性格十分难驯，当初花了不少心思才将其驯服。它有些认人，为了以防万一，臣先带着您和它熟悉一下，让它先熟悉您的气味。实在不行，臣再替您找匹温顺的马儿过来。不用，我就喜欢你这匹马，白色的，真漂亮，一看平时就照料得很好，这毛发油光水滑的。它有名字吗？有的，它叫追云。追云，真好听。安乐公主笑得很甜，她在1米8几的程墨阳面前显得十分娇小，两人站在一起便是最萌身高差。她身上香香的，很好闻。程墨阳除了自己的家人以外，还是第一次离一个女子这么近。没想到追云还挺亲她的，对她的碰触并没有表示排斥，还舒服地打了个响鼻。殿下，看来追云很喜欢您呢。感受到了，扶本宫上马吧。安乐已经迫不及待了，他踩在马踏上，双手奋力地抓住马鞍。因为身材娇小，他想上去有点费劲，但是程墨阳又不敢和他有过多的肢体接触。程世子，你帮帮本宫啊，本宫上不去。公主殿下，冒犯了。他揽住安乐的腰，轻轻一提，便顺利地将他带到了马上。一上了马，视野就变得开阔起来。哇，好高啊！程世子，你要牵起马绳哦。殿下放心，臣会保护好您的。见他这么开心，程墨阳也跟着不由自主的开心，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于是他便在下面耐心地牵着马绳，牵着追云慢慢地走。队伍也差不多开始陆续出发了，还好走得不快，可以让公主慢慢地适应。因为天气太热，没一会儿，安乐公主的额头上便出现了一层细汗。不要，戴上这个，本宫就看不清前面了。拿开。可是殿下，您身子娇贵，肌肤娇嫩，若是这样晒上一会儿，很容易就会晒伤的。本宫又不是泥人，哪有那么夸张？你们这样说，等下程世子更该觉得本宫矫情了。程世子，你说是吧？臣不敢，公主殿下金枝玉叶。好啦，别说了，本宫和你相处短短半日，听得最多的便是这句话。程世子，你真无趣，你平时在家也这般木讷吗？这个就得问臣的家人了，臣也不知道公主所说的哪种样子才叫木讷。程世子，可以让马儿跑起来吗？这当然不行了，可万一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怎么向圣上和皇后娘娘交代？殿下，您没有骑快马的经验，建议还是先一步一步来，不要操之过急。而且现在队伍这么长，马儿也很难跑起来，关键是说是出了什么意外，没法向皇上和皇后娘娘交代。那好吧。哎，那程世子，到了围猎场以后，可否教我骑马？待到本宫学会以后，一定好好的谢你，可行？殿下信得过臣，愿意让臣教您骑马，是臣的荣幸。等到了围猎场以后，寻一片空旷的空地，臣便教殿下骑马。程世子，你真好，我一定会告诉父皇和母后，让他们重重赏你。安乐一激动，脚不自然的就夹紧了马肚子。追云像是接受到了指令一般，令人措手不及的便加速跑了起来。程墨阳见状，呼吸都紧了起来，顾不得那么多了，他一个飞身上马，从后面拥住了安乐，然后抓紧了马绳，奋力的控制追云。追云，吁！没想到追云却是不受控制，他像是起了玩心一样，就是不想停下来，速度不快不慢的，而且他也没有受了刺激以后会有的横冲直撞，反而会自动避让，就像是故意的一样。公主殿下莫怕，臣一定想办法让追云快点停下。追云，吁！没事的，程世子，我喜欢现在的感觉，能不能不要停下来？天哪，眼前这位可是公主，可不是一般的女子。公主，您能不看着臣吗？安乐闻言，脸上的表情有一瞬间的呆滞，但是很快他便笑出了声音，转过了头去。他心想，程世子真的是很可爱呢。皇上身边的福公公瞧见了，立马和皇上说了情况。皇上、皇后娘娘，您二位瞧，这马上的可是咱们的安乐公主和宣平侯府的程世子。
皇后，你觉得程世子如何？配不配得上咱们的小安乐？宣平侯教子有方，程世子年轻有为，文武双全，才貌出色，在京都颇有美名。瞧着和安乐在一处，倒是和谐。皇后说的对，程世子的确不错，不过今日这场合，此番行径未免太过惹眼了些。福公公，你叫人将他们截停，到了围猎场以后，叫程世子过来问话吧。皇上这是什么意思？他看起来并不想治罪程世子，对他还挺满意的，但又要叫他问话，这到底是要降罪还是不降罪？但眼下我还是先去办事儿吧。福公公找到羽林军统领，传达了圣上的口谕。羽林军统领很快便追上了程墨阳，并截停了他们的马，传达了圣上的旨意。程墨阳从马上跳下来，听见这个事儿，他脸色白了一下，心知自己闯祸了。何统领，这都是本宫逼着程世子这么做的，和他没关系。你能不能带本宫去找父皇和母后，本宫亲自向他们解释。殿下，再有1个时辰就到围猎场了，您先回车架上休息。到了围猎场以后，您再去找皇上也不迟。臣瞧着皇上似乎并未生气，您或许不必太过担忧。他在皇上身边多年，皇上是不是真的生气，他能看得出来。那好吧，程世子，你送本宫回去吧。追云似乎也知道自己犯错了，2只前腿不安地来回踩着，发出低低的呜咽声。程墨阳牵着追云，带着公主回了原来的车架。对不起啊，程世子，是本宫任性连累了你。不过你放心，本宫会和父皇母后解释清楚，不会让他们治你罪。如果他们不依的话，那我就不吃饭。安乐公主才是真的被完全宠爱包裹着长大的呢，她心思单纯善良，像个小孩子一样。公主殿下一定要爱护自己的千金之躯，今日是臣唐突了，皇上和皇后娘娘生气也是正常的，公主不必自责。哼，放心吧，父皇肯定不会怪你的，你相信本宫就行。安乐神秘一笑，这本来就是他的早有预谋，父皇和母后都是在成全自己罢了。才到了营地没多久，宣平侯一直担忧自己儿子冒犯了公主的事情，正不安地等着圣上传唤降罪呢。正等着，这传唤的人就来了。殊不知安乐先他一步已经到了父皇和母后的营帐，正在那里卖力地撒娇呢。父皇，今日都是女儿逼着程世子带我骑马的，因为女儿不懂骑马，所以让追云惊了。程世子是为了保护女儿才不得已这么做的。可是男女授受不亲，你又是公主，今日这场合，程世子这般行径，可是会有损你的声誉啊。哎呀，父皇，女儿不在乎这些，反正您就是不准为难程世子，他还答应教我骑马呢。您这么一弄，他等下更加不敢和我说话了。你是我们大庆尊贵的小公主，她本就该对你有敬畏之心，这不是理所应当的吗？皇上还在继续逗他。父皇，您时常教导儿臣不能以权势压人，应该是非分明，不能仗着自己身份便为所欲为，嚣张跋扈。如今您倒是还怂恿上儿臣了。没想到咱们的安乐居然能记得父皇对你的教导啊，看来是真的长大了，懂事了。皇上很是欣慰，皇后也是在一边安静地笑着。她的丈夫是九五之尊，鲜少能有这样的机会，让他们看起来像是寻常人家一般的说话相处。正说着，福公公便进来了，说是宣平侯父子和萧大人都到了，在营帐外候着。参见皇上，参见皇后娘娘，问安乐公主安。父皇，您快让他们起来啊！皇上淡淡的瞅了安乐一眼，随即他看向下方跪着的3人。宣平侯，你可知朕叫你来所谓何事？自然是因为犬子无状，冒犯了公主殿下，特来领受责罚，还请圣上降罪。臣有罪，冒犯了公主，还让公主殿下受了惊吓，请圣上降罪。这父子俩把事情想得有些复杂了。一边的萧鹤川依然悄悄地打量过了圣上的表情，他感觉看这样子，这圣上也不像是生气的，反而像是在故意逗人玩。
而且看安乐公主这着急程度，怕是她自己意有所图。萧河川依稀记得，上辈子安乐公主被迫嫁给郭乾，婚后几年都没有给郭乾生下一儿半女。后面郭乾获罪，她也是走得比较干脆，丝毫都没有留恋。而且在很多场合，安乐公主都对自己这个大舅哥表现出了不一样的态度。但碍于身份，程墨阳都是对公主敬而远之。萧河川上一世和宣平侯府没有过多的交集，也就没注意那么多。确实该罚，毕竟朕的小公主还没有指婚，程世子便和她这般亲密地出现在人前，整个京都的士族都看在眼里，事关公主清誉，该怎么办才好呢？但凭圣上责罚，臣绝无半点怨言。行了，你们几个都起来吧，佛公公，给他们赐座。圣上终于舍得叫他们起来了，可是他还没有说要怎么罚自己，程墨阳就有点犹豫。宣平侯却知道，皇上叫他们起来，那就说明没什么大事了。宣平侯，你觉得朕的安乐公主如何？安乐公主金枝玉叶，自然什么都是最好的。那既然如此，朕的女儿给你当儿媳，你的儿子给朕当女婿，如何？才刚刚坐下的宣平侯茶都没来得及喝一口，便再次跪了下来。皇上，犬子无才无德，唯恐配不上公主。我看你是瞧不上朕的公主吧，还用这种理由来推脱？没有，皇上，是犬子配不上公主，臣实在是惶恐啊，皇上。本宫倒是觉得程世子年轻有为，才貌双全，在京都又一向美名在外，而且宣平侯府乃是跟着太宗皇上打天下，有从龙之功的士族，如何就配不得了？还是说是程世子对安乐无意？皇上要臣妾说，这事儿啊，你还得问程世子本人。宣平侯说什么也不能完全代替程世子的意思，您说呢？皇后娘娘是贤后，她在后宫多年，不争不抢，不显不露，一直做着自己分内的事情。皇上对她也是足够的尊敬，以后无论是哪个皇子继承大统，相信都不会亏待了这位皇后娘娘。日后后宫有2位太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皇后的话在理，那么程世子，你可愿意给朕做驸马？程墨阳很清楚，皇上一言九鼎，绝对不会随便开玩笑。皇上一旦是问了，那就说明他是真有此意，他看上自己，是自己该感到荣幸。可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便是闲云野鹤，仗剑天涯，做个无拘无束的侠客，看遍祖国的大好河山。但是不可否认，他对安乐公主是心动的，他是第一次对一个女子心动。但是公主的千金之躯以后又如何屈尊降贵，陪着自己四处游走奔波呢？天子之意不可违，如果拒绝了，只怕是会被圣上厌弃，到时候他们宣平侯府难以承受这代价。他是父亲母亲的独子，他占着世子之位，代表的不只是自己，还有整个的宣平侯府和程氏家族。如若公主殿下不嫌弃，那便是臣3生3世修来的福气。见程墨阳答应，安乐自然才是最高兴的那个。自己苦苦单恋多年，终于等来了机会，守得云开见月明。这一次皇家围猎是他求了父皇，专门将程墨阳安排到自己身边护卫的，一切都是他的早有预谋。既然如此，又事已至此，你们2人亲密的行为已然被整个京都的士族看在眼里，那这个婚朕不赐都不行了。带回了京都，朕便拟定赐婚圣旨，给你们2人赐婚，就这么定了。这满满的套路，皇上完成了任务就开始摆烂。对了，程世子，听说你答应了公主教她骑马，可别忘了。臣遵命。行了，让世子送你回营帐吧，你母后也累了，要去休息了。皇后娘娘的身子一向不太好，到了一定的时间就要休息。安乐也不再黏着母后，而是起身告辞。他走在前面，程墨阳走在后面，2人一前一后走出了这整个围猎场最大的营帐。程世子，咱们什么时候可以学骑马啊？殿下，只要您想，随时都可以。
不过现在天色已晚，咱们赶了一天的路，还是先休息好，等到明日再学也不迟。那你陪本宫用晚膳吧，本宫有话想和你说。好，那公主稍等臣一会儿，臣沐浴以后换下甲胄，即刻便过来。见他答应，安乐笑得也很甜，高兴得像只小蝴蝶。其实程墨阳对公主是疯狂心动的，可是因为公主的身份，让自己和她相处起来真的做不到自然。安乐已经让人弄好了饭菜在等着他了，他很紧张。遣散了身边的工人，营帐内只有2人在这里面对面坐着。程世子，您还记得5年前吗？元宵宫宴的时候，你救了我。程墨阳仔细回想，5年前元宵宫宴，自己好像确实是救了一个人。当年我一个人在寝殿中感到百无聊赖，那年元宵宫宴有许多藩邦使臣，父皇和母后觉得我还小，便没让我去参加。偏生我又爱凑热闹，就想去偷偷看看，因为工人们说藩邦使臣的眼睛都是蓝色绿色的。结果不小心失足落水，如果不是你救了我，我就要冻死在那荷花池中了。公主又怎么知道是我？我记得当时臣并未与公主说过自己的身份。你是没说过自己的身份，我一开始也不知道是你，但是那天晚上的月亮特别大，特别亮，你笑着问我可还好，脸上这浅浅2点梨涡确实烙印在了我心中。之后我再次在宫宴上看见你，才依靠你脸上这对梨涡认出了你来。安乐越说脸越红，那时他看清楚了程墨阳的长相，后来看到他与同龄的公子说笑攀谈，那个笑容真的太有感染力了。自己那时候不过13岁，情窦初开，懵懵懂懂的，只知道害羞，心里面泛起阵阵涟漪。而那时候的程墨阳已然有了少年义气，走到哪里都是亮眼的。次年程墨阳便参加了武试，得了个好名次，再次名动京都，瞬间成为了整个京都那些待嫁闺秀的梦中之人。当时的安乐很着急，他急自己为什么不能早出生几年。好在程墨阳似乎没有想要早日成家立业的心思，一直也没听说他和京都哪个闺秀走得近什么的。安乐终于鼓起勇气，开始为自己打算。其实这一次围猎，我已经期待了许久，特意求了父皇将你调到我身边护卫我，也想趁机和你相处相处。我知道你或许现在对我无意，但我相信日久生情。我可以先求父皇不要下赐婚圣旨，你我可以先相处。如果你实在不喜欢我，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到时候咱们的婚事作罢就是。我也知道我的身份对你有诸多束缚，但我真的不想错过你，希望你也能给我这些年的单相思一个机会。我还知道你向往闲云野鹤，想要仗剑天涯，做一个无忧无虑的侠客，但我是公主，或许你认为我并不能满足你这些想法，也无法陪你看大好河山，但我想说的是，我愿意丢下自己的身份，陪着你去天涯海角。或许我很矫情，也吃不了什么苦，但我还是想试试，也不想以后留下遗憾。他内心是震惊的，没想到自己当年的一个善举，却让公主对自己心心念念了这么多年。这个过程一定很煎熬，他都不敢想。公主这么喜欢臣，是臣的荣幸，以后臣会好好对待公主的。其实程墨阳还挺惊喜的，安乐公主居然在背地里默默地喜欢了他这么多年，而他现在也控制不住地对安乐心动，这不正是两情相悦吗？这顿饭吃的还是挺舒坦的，至少2个人都说开了。安乐就喜欢打直球，打直球就有打直球的好处。江氏和江穗都没想到，这短短几天过去，等他们再回来的时候，程墨阳就成了驸马。皇上下令修建公主府，待到公主府竣工以后，便是2人的大婚之期。江氏直接懵了，他虽然一直都盼望着儿子能早日成家，但也不是当驸马呀，这当驸马就是和皇家扯上关系，以后这个性质可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赐婚圣旨已经下来了，宣平侯也已经和他说明了情况，程墨阳也表示自己是真心喜欢公主的。
江穗虽然没有见过公主，但看哥哥这态度，估计公主殿下也是个很好相处的人。这次从围猎场回来，萧鹤川也跟着升官了，圣上封他为正六品翰林院司业。他才入仕几个月而已，这升官的速度也太快了些。虽然只有半截，但足以证明圣上对他的赏识。可萧鹤川的福气还在后头呢，他会再次向文武百官证明什么叫升官更快。半月前，徽州也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地震，但因为萧鹤川的那篇告示天下的策论，上面明确地提到地震来临前的预警，这些预警知识都是全国普及了。徽州的地方奏折呈上来的时候，徽州刺史对此表示庆幸，在奏折中特意提到是当科萧状元的地震预防策论给他们带来了福报，以至于他们地方官员的工作能顺利进行，并且请求圣上能够派遣萧鹤川去往徽州，协助他们进行地震后百姓安抚还有重建的工作。圣上看完奏折，龙心大悦，在朝堂上点名表扬了萧鹤川，并且当场下令封萧鹤川为从4品安抚使，即刻前往徽州协助地方官员进行灾后重建事宜。这一次下徽州，还有朝廷拨下来的10万两赈灾银需要押送，肥水不流外人田，这份差事皇上自然是要交给自己未来的女婿去办的。刚好程墨阳还是萧鹤川的大舅子，两人是一家的，办起事来更加默契。江穗如今怀孕不过2个月，正是害喜严重的时候，见不得一点油腥，每天都吐得昏天黑地的，只能吃点水果什么的。萧鹤川心疼的要命，这个节骨眼儿又派他去下徽州，这一去少说得小半年才能回来。君命不可违，萧鹤川不得不遵守。但平日里江穗有岳母照顾着，他心里多少是放心的。与此同时，萧父萧母也已经到达了京都。彼时萧鹤川正在收拾行囊，准备去徽州安抚赈灾，压根儿就没想过父亲母亲会来，还带了一大堆的东西，还是请了镖局护送他们过来的。家里面大哥二哥三哥他们已经把给孩子日后出生的礼物都带来了，还带了一堆冀州那边的特产，装了满满的一车。爹娘，你们过来怎么也不提前打声招呼？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吗？我们收到鹤川家书的时候，得知你有孕了，全家可都高兴坏了。这不，你几个嫂嫂怀孕都是我亲自照顾的。我想着你现在也怀孕了，我当婆婆的总不能厚此薄彼，就算是相隔千里，我也得过来照顾你才行。哎呀，怎么感觉还瘦了？是不是害喜闹的？是啊，亲家母，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好了。穗穗这害喜害的闻不得一点油腥子，更别说喝点滋补的汤水了，每日就靠吃些果子蔬菜填肚子，这不瘦才怪。现在好了，亲家母您来了，他现在高兴，说不定晚上能多吃1碗饭呢。啊，这个也都正常，最多也就闹个10天半个月就好了。我当初怀他们3兄弟都是这样，前3个月见不得油腥，天天吐，吃不好睡不好。但是怀小女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整个孕期啊吃嘛嘛香。我估摸着这一胎怕是个男娃娃。娘，生男生女哪是看这些就能看出来的，我倒是觉得这胎会是女儿。生女儿是萧鹤川的执念，江穗看到他这个计较的样子就好笑，怎么还和自己亲娘计较上了？江氏也跟着笑，他这女婿啊就像生个女儿。生男生女都一样，都是我的大孙子，我都喜欢，都是咱家的宝贝儿，没差别。萧家是没有重男轻女的观念的，都说这穷苦人家都重男轻女，但是在萧家看来，女儿有时候比男孩还要靠得住，懂事又乖巧。没错，儿子女儿都是自己的血脉，生儿生女都欢喜。娘，您来了也好，未来这段时间有你和岳母照料穗穗，我也就能放心的去徽州了。你去徽州干啥呀？圣上封我为安抚使，前往徽州赈灾，配合地方官员重建。徽州地震，萧父也有所耳闻，但是这安抚使是几品官啊？4品。萧父一听，我的个乖乖，几个月前还是从6品，这就4品了。安抚使只是一个暂时的职位，只有地方出现灾害的时候才会设立这个官职，等回了京都，圣上还会重新安排职位的。萧父这才若有所思的点头。
不过他觉得，就算只是暂时的，那也是一种进步。把事情办好了回来，圣上定然不会亏待他。那什么时候出发呀？圣上下令即刻出发，咱们还有时间一起吃顿午饭。这灾情的事情耽搁不得，实非儿戏。上辈子其实徽州地区并没有出现地震，所以萧河川也没有提前干预，这也是萧河川感到奇怪的点。为什么这辈子徽州会突然出现地震灾害？来不及思考这么多了，先南下徽州了解了情况再说。时间匆忙，叫厨房准备了一顿丰盛的午餐，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午饭后，萧河川和陈牧阳便要启程离开京都。圣上得知江穗刚刚怀孕不久，还是夫妻俩第一个孩子，便让皇后准备了一些赏赐送到状元府，以示安抚。皇宫，郭贵妃十分焦急，已经连续派人去冀州请贺连横请了几次了，这个不孝子就是不愿意回来。找人一打听才知道，他在冀州日日和一个酒楼的女掌柜厮混在一起，而且听说那女掌柜生得极美，男人对其简直不忘。眼看着现在贺连景的风头一日比一日更盛，朝中的官员也都支持他入主东宫，关键是圣上也对他十分看重，委以重任。贺连景的母妃娴妃那个贱人也跟着受宠，而他则是因为母家出了那档子事以后备受冷落。现在自己的儿子竟然如此堕落，不再热衷于夺嫡，整日里只想着谈情说爱，那怎么行？他们郭家已然失势，如果再不好好的努力一把，日后要是贺连景上位，那郭家以后便再无翻身之日了，他们母子的生活也会如履薄冰。没有了权势，便只能任人宰割。这一次皇家围猎，圣上唯独没有带着他去，把他留在了皇宫，所以他万分着急上火。于是他叫来自己的心腹，秘密地安排了一些事情。思思，你说我这胎是儿子还是女儿啊？我觉得有可能是龙凤胎。哼，萧夫人，你可真会说话。我说真的，我真觉得是双生胎，不信1个月以后你再找人查查。要真是双胞胎的话，你想要什么，本王都满足你。这可是您说的，那我可当真了。江穗心想，反正这便宜不占白不占，十有八九这种设定是不会变的。以后贺连景可是天子，得他一份承诺，不亏血赚。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到做到。贺连景许诺的时候，也就是许一个乐子，他可真没敢想是双胞胎。但是1个月后，这夫妻俩便震惊了。太医再一次来请平安脉的时候，惊喜地发现夏婉宁居然真的怀的是双胎。恭喜王爷，贺喜王妃，王妃这胎是双生胎，实在难得呀。贺连景闻言愣住了，夏婉宁也愣住了，两人对视一眼，都笑了起来。来人呐，把库房里面那尊南海血珊瑚带上，本王要陪王妃去状元府探望丞相君。南海珊瑚可是贺连景的心头爱，连这都舍得拿出来送人了。江穗也是神了，他那嘴就和开过光一样，说啥来啥。两人只当他是运气好，一说就说中了，完全没敢想人家是提前知道剧情。而江穗呢，正喜滋滋地翘着二郎腿，等着他们来感谢自己呢。然而冀州那边却是出了事，冉秋写了一封信过来，说是方妙无故失踪了。那个贺公子生了很大的气，几乎要将整个冀州都翻过来，也没有找到方妙的蛛丝马迹。江穗得到消息以后，立马去找了贺连景，告诉他这个消息。如今面对虎视眈眈的罗刹国，方妙可是大庆的一张王牌，因为有他，日后说不定能避免战争的发生。他一失踪，所有人都跟着紧张了起来。京都郭贵妃的寝殿，你是谁？你我无冤无仇，为什么把我抓到这里来？哼，果然是个虎妹子，怪不得能迷得恒儿团团转，连我这个母妃都不在乎了。恒儿，母妃，她指的是贺恒，她是他的母亲。您是贺恒的母亲？贺恒。在把方妙掳过来之前，郭贵妃已经派人将他的底细打探得清清楚楚。你不过是一个肮脏的继子，
也妄想和我的儿子长相厮守，你配吗？我从前是继子没错，可我也不曾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关于贺恒，是他一直要跟着我，我从没有妄想过与他长相厮守。哟，你还立起牌坊了？来人，给本宫掌嘴！于是几个婢女强行的按住方妙，开始扇他的巴掌。很快他的脸便红了起来。娘娘，差不多行了，咱们还得依靠他和楚王殿下谈判呢。要是打出个好歹来，以殿下的脾气，怕是会和您强硬到底。行了，把人关去密阁吧，看紧一点，别让他跑出去了，也别走漏了风声，否则小心你们的脑袋。这里是后宫，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盯着，不知道多少人想看他下水。如今没有了母家的支持，自己虽然贵为四妃之首，但依旧被他们嘲笑讽刺。妙被带到了秋水殿郭贵妃在假山下挖的密室内，里面虽然见不到阳光，但是该有的东西都有。方妙很不喜欢这种感觉，有种又回到了刚来中原的时候，被顺义侯整天关在暗无天日的密室内，被一众嬷嬷调教的时候。贺连横这边，他快马加鞭赶回京都，一路上都不敢耽搁，缩短了差不多一半的时间便到达了京都。他回来以后，连自己的王府都没有回去，风尘仆仆、胡子拉碴的便去见了自己的母妃。郭贵妃都没有想到他的速度居然如此之快，真不知道一个不洁的女人对他来说就这么重要吗？母妃，方妙呢？你跑去冀州这么久，把你母妃我一人扔在这皇城，日日面对尔虞我诈，你却不思进取，只知道围着一个女人转，而且还是一个不洁的妓女，你当真是令本宫失望至极。如今你外祖被贬，国钱被流放，你不想着如何获得你父皇的器重，却沉迷于儿女情长不可自拔。如今为了一个女人，还敢对你母妃我甩脸子，你真是翅膀硬了呀！母妃何故说话如此难听？她都是身不由己，而且儿臣说过了，对东宫的位置不感兴趣，以后只想做个闲散的王爷，带着您和日后的妻子过平淡富足的日子即可。你简直不可理喻！你知道放弃那个位置等于放弃了什么吗？那可是放弃了整个天下。你不想成为九五之尊吗？你想看着你母妃一辈子被人踩在脚底下吗？母妃您错了，这天下有很多的君王，这天下并不只属于一个人，而且这只是您的执念罢了，并没有人把您踩在脚底下。您总是让儿臣去争，可您想过吗？站得越高摔得越惨，野心越大，到了失败的那日，后果是你我能承受的吗？到时候不仅会失去一切，反而会搭上自己的性命，这难道就是您想要看到的吗？本宫不管，本宫记得你之前很是上进的，一心想着入主东宫，可为什么才短短2年，你的心性就发生了如此的改变？你到底是怎么了？你和母妃说好吗？母妃，相比起那个冰冷的位置，还有那个沉重的担子，儿臣更想要您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陪在儿臣身边。儿臣只想和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过岁月静好的日子。您收手吧，咱们已经没有和别人争的必要了。本宫告诉你，你不争也得争。你要是再不拿出点行动来，本宫就杀了那个女人，让你一辈子都别想再见到她。又或者，本宫把她赏给那些侍卫，她那张妖孽惑众的脸，相信那些侍卫肯定会很喜欢。母妃，您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不可理喻了？本宫不可理喻？是你不可理喻吧？给了你一身皇室的血脉，你又贵为皇长子，你有这么好的基础条件，从前你父皇对你多么看重欣赏，你自己却不思进取，现在要为了一个不干不净不三不四的女人和本宫抗衡？她不是不三不四的女人，母妃，你不能动她，您会后悔的。我管她是谁，本宫只知道，如果你不按本宫说的去做，本宫才会后悔终生，而且本宫说到做到，听明白了吗？郭贵妃已然魔怔了，皇上的爱她得不到，那么权力便是她最看重的东西。那您先让儿臣见他一面，确定他是否平安。不行，除非你做出点事情，否则你不能见他。贺连横知道他的脾气，
但她是自己的母妃，他也不能拿她怎么样。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要拿方妙制衡自己，所以他不会对方妙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情。见完母妃，贺连横回到了自己的王府，他在房间内呆坐到半夜。夜半时分，他换上了夜行衣，躲过了那些暗处监视自己的暗卫，悄悄地潜入了巡王府。大皇兄深夜造访我巡王府，所谓何事？深夜造访，实属无奈。这次过来是想和你商量一下有关于方妙的事情。相信他的身份你已经了解过了。如今他被我母妃给带走了，萧鹤川是你的人，我不止一次向他表明，我无心与你争那东宫之位，现在也是如此。只是以我母妃的脾气，她若是知道方妙的身份，一定会以此大做文章。所以我想找你合作，演一出戏。你想我陪你演出什么戏啊？也算不上演戏，很简单，只需要和以前一样针锋相对即可。贺连横觉得母妃想要他的态度，那他就拿出自己的态度来给他看不就行了。贺连景挑眉，算是默认了他的说法，两人之间就此达成了共识。现在贺连横和贺连景默默达成了协议，贺连横重新回到了朝堂上，开始和贺连景配合。兄弟俩表面上又回到了从前那种剑拔弩张的方式。为了看起来比较逼真，贺连景还特意在某些方面故意的输给贺连横，让他能和郭贵妃交差。但尽管如此，郭贵妃还是不愿意让他见方妙。方妙一直被关在那暗无天日的密室里，一个人也没人和他说话，他都要憋出毛病了。那就把他移到偏殿去，多找几个人看着，可别被他闹出什么幺蛾子来，否则仔细你们的皮。方妙终于被从暗无天日的密室之中带了出来。之后的日子，方妙也曾试图向周围的人打听贺恒到底是个什么来头，可那些婢女打扮的人都对此绝口不提。贺连横时不时的就会来秋水殿要求见方妙。你放心，只要你乖乖听话，获得你父皇的信任，我会对他好，不会亏待他的。如今那些事情不过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你父皇依旧还是更喜欢贺连景一些，你做的这些还远远不够。郭贵妃其实就是在想，要是被方妙那个贱人知道了他们真实的身份，以后变成一张甩不掉的狗皮膏药，那可怎么办？她绝对不允许自己的儿子以后身边跟着这么一个不干不净的女人。好了，你们小两口也这么久没见了，肯定有很多话要说。岳母大人，这几个月辛苦您照顾岁岁，明日定登门给您和岳父大人请安。这话说的，岁岁是我的女儿，我照顾她是应该的。反倒是你这几个月在惠州受累了，想好好休养生息，请安的事情不急，我们又不会怪你。岁岁看着是比咱们走的时候要胖上许多了，看来最近几个月饮食上还挺顺心的。哥哥，您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胖了是好事，说明你身子康健，我的小侄子也康健呢。程墨阳似乎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说错了什么。江穗无奈，真不知道这安乐公主是怎么受得了他这直肠子的。说到安乐，这几个月他还来看过江穗几次，两人聊得还挺投机。不过就江穗这个性子，和谁都能聊得来。行了，你妹妹最不爱听人说她胖了，女子都是爱美的。你呀，也抓紧进宫去看看公主。如今公主府也即将建成，估计年后咱们家要迎来大喜事儿了。公主府一旦落成，圣上便会拟定两人的婚期了。知道了，母亲，我会尽快去看公主的。好了，你们两口子好好说会儿话，我去张罗午饭去。晚上啊，请亲家公到府上来，咱们一家人吃个团圆饭。众人没有再继续打扰萧河川和江穗，而是把独处的空间留给了他们夫妻二人。房间里炉子烧得挺旺的，感觉暖烘烘的。他还乖吗？我走以后有没有闹你？他很乖，没有闹我，就是有点好动，以后肯定是个调皮捣蛋鬼。他现在就会动了？萧河川问出了一个让江穗感到无奈又好笑的问题。哎，原谅他吧，两世为人还是头一次当爹，不懂也正常。2辈子都只有江穗一个女人，
能咋办呢？它是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当然会动啊，会动才说明它是健康的。你要不要感受一下？萧河川蹲下，将脸贴在江穗的肚皮上，肚子里的小家伙也是十分给面子，直接用脚就踢了一下肚皮。才将近7个月的身孕，小家伙的动作还不算太大，可是隔着衣物也能明显的感受到了。那一刻，萧河川是震惊的，因为他感受到了生命的奇妙，还有血脉之间的牵引，那是一种很独特的感觉，让他的心为之炙热的跳动着。而这些惊喜都要归功于江穗，是他给了自己这一切。皇宫内，殿下，程世子来了，已经到了殿外。安乐一听，这心里面就是狠狠的一跳。本宫的发髻乱不乱？要不要换身衣裳？殿下已经够美了。那快去备茶点，把炉子稍旺些，外面冷。程墨阳此刻也是很紧张，他还是头一次来到安乐的寝殿呢。见过公主殿下，别来无恙否？该有的礼仪不能少，只是彼此之间少了几分生疏，相比起之前自然了不少。你终于回来了，但是感觉你晒黑了些。不怕，这个世界很快就养回了。安乐便牵着程墨阳的手到贵妃榻上坐下，问他在徽州都做了些什么，发生了些什么。程墨阳正愁找不到话题，于是直男的他就把自己在徽州发生的事情都说了。那是徽州刺史的嫡女好看，还是庶女更好看？其实都一般吧。如果真要分个胜负的话，庶女稍微要出彩一些。安乐直接无语了。不是，哥们儿，你是真傻还是假傻？这种送命题你都回答得出来？程墨阳终于反应了过来，他都被自己给气笑了。他们都没有你好看，我根本记不清他们长啥样。哼，油嘴滑舌。程墨阳出宫的时候，一路上他整个人都是傻的，有种魂魄都飘走的感觉。直到坐到马车上，车夫看见他脸上残留着一点淡淡的口汁，才明白过来世子为什么失魂落魄的。宴会进行到一半，福公公找机会来到郭贵妃身边耳语了几句。怎么会这样？如果贺连恒知道这事的话，那我们母子之间的情分岂不是会有更大的裂痕？不行，我绝对不允许让事态发展成我讨厌的样子。这时候，贺连景和贺连恒也都收到了消息，得知了刚刚发生的一切。贺连景倒是还好，贺连恒此刻脸上的表情变得阴冷，有种控制不住的怒火快要燃烧起来。为什么事态又开始朝着上辈子的方向发展了？他不能眼睁睁看着方妙继续步上一世的后尘。这事要快，千万不能拖，否则一切都会来不及了。贺连恒和贺连景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一前一后间隔着走出了宴会厅，来到一处隐蔽的地方见面。着实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样的变故。原本想着就算是营救失败了，也不至于会伤到他，但父皇的出现却是意料之外，以我得快点想个办法阻止父皇才行。为今之计，除了坦白方妙的身份，别无他法。你去说，本王不能说。本王说过，不想和你争什么功劳。本王只要求他能好好的，其余的，本王不担心，也不在乎。既然要坦白方妙的身份，那就只能贺连景去说。这事儿谁发现就是谁的功劳。贺连恒一点也不想去抢这功劳。你当真什么都不想要了？哼，那个位置有什么好的？你们喜欢，你们就去争呗。不过本王还是比较看好你，你比他们有能力，所以本王更愿意那个人是你。而本王想要的很简单，我要我母妃体面的活着，还要我在意的人无忧无虑的陪在我身边。看到贺连恒真诚的眼神，贺连景选择相信他。贺连景把萧河川叫了出来，和他说了事情的经过。如今方妙的身份怕是不能再继续和父皇隐瞒了。萧河川对上辈子发生的事情还依旧历历在目。那时候方妙成功获得了圣上宠幸，从此君王不早朝，一向贤明的帝王沉醉在了温柔乡中不可自拔。有了方妙吹的枕头风，贺连恒在朝堂上如鱼得水。为今之计，必须要把方妙的身份提前告诉给皇上，方能保住方妙的清白。
同为重生者，萧鹤川太能感同身受那种想要弥补的感觉了，所以他相信贺连横说的都是真的，他是真的对那个位置没有想法了。商定过后，一致决定由贺连景去和圣上坦白。至于要如何坦白，就得看贺连景怎么说了，既不能说得太刻意，也不能说得笃定。此次除夕宫宴，圣上一整晚似乎都有点心不在焉，也没什么心思和众人互动，那些歌舞也提不起他任何的兴趣。他现在满脑子都是刚刚在长廊里遇到的美人。如今方妙被福公公带去了如意馆暂时安置，还给他安排了太医看了肩膀上的伤，又安排了婢女给他沐浴更衣。这时候一个衍生的婢女来到他身边。他怎么会知道我有一块怀表？除了身边亲近的几个人知道以外，其他素未谋面的人怎么会知道？说完以后，宫女又递给他一张纸条，方妙一眼便认出那是贺连横的字迹。见字如面，有我在，定会保你无恙。看完字条，他很快将这纸条放在烛火之下给烧掉，又将自己的怀表拿了出来露在外面。那宫女告诉自己，这怀表将会是自己的护身符。除夕宫宴马上就要结束了，圣上迫不及待地起身，随便说了一些话，便结束了这场宴会。父皇，儿臣有要事启奏。有什么事情明日你再进宫说。如今天色已晚，朕乏了，要回去休息了。父皇，此事事关国本，而且和罗刹国有关，并非寻常之事。皇上现在最心烦的就是罗刹国在备战准备攻打大庆的事情。既如此，你随朕来吧。罗刹国那边又有什么消息？赶紧说吧。今夜喝多了酒，头疼得很。父皇，请看这画像。他将画像平铺在桌上，上面是萧鹤川画的罗刹国的约瑟琳女帝。皇上一看到这画像，便觉得有种熟悉的感觉，他瞬间便想起了今夜新收的那个美人儿。这是父皇，这是罗刹国的约瑟琳女帝的画像。据可靠消息传出，约瑟琳女帝早年还是皇太女之际，曾与咱们中原男子有过一段蜜恋，两人生下了一个女儿，但因为一些原因，这个孩子流落在外，据说很有可能这个孩子便在咱们大庆境内。父皇您也知道，罗刹国乃是女尊国，女子地位极高，约瑟琳女帝膝下有2位王子，皆不具备成为罗刹国储君的资格，约瑟琳女帝也不会允许王子登基。一旦是哪位王子登基，那么罗刹国将会引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变革。所以这位女帝多年以来一直在寻找这位丢失在外的王女。父皇，请看她脖子上挂着的这配饰，用罗刹国的词语来形容，此物名为怀表，罗刹国便是以此物来推测时辰的。只有王族之人才配拥有，非金非银，地位越高，上面镶嵌的宝石便越多，一共有7种不同的颜色。而约瑟琳女帝身上这块便有7种，代表着其至高无上的地位。据儿臣所知，她遗失的孩子也有一块一模一样的怀表。你的意思是在战争来临之前找到那遗落在外的王女？没错。父皇，你想啊，约瑟琳女帝需要一个继承人来保证自己国家的国运，还有一直以来的传统不被打破，那么她便要找到这遗失的王女。如果咱们能提前找到王女，并将其作为筹码，作为谈判条件，不仅可以阻止一场恶战的发生，还能以此对罗刹国提出一些条件交换。不管怎么算，对咱们大庆朝而言都是最有利的。你说的都对，可是要顺利找到一个人，谈何容易？父皇，就算是不容易，咱们也要尽力一试，就当是为了黎民百姓免受战乱之苦，也为了咱们的大庆能永享盛世。贺连景这一回可是在父皇面前狠狠地刷了一波存在感，皇上对他再一次有了新的看法。自己这个儿子和其他几个儿子的确不同，在他眼里不仅仅只有权力，他心里真的装的是天下苍生和黎民百姓。这事你办得有功，朕记住了。找王女的事情便交给你去办吧。皇帝就这么把棘手的事情甩给了贺连景，不过只是看起来棘手罢了，只有他自己还蒙在鼓里。贺连景做完了自己该做的，剩下的就只能看命了。只希望父皇能顺利地看见方妙的那块怀表，那一切都好办了。皇上起驾去了如意馆，一路上他一直想着刚刚贺连景和自己说的事情。福公公手上还拿着约瑟琳女帝的画像。皇帝坐在轿辇上，忍不住问道：福公公，咱们今夜碰上的那美人也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你说这会是巧合吗？福公公闻言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事关正事，他不配插嘴。那会子天太黑，奴才没敢仔细瞧。怎么就这么巧？世界上真的有这么巧的事情？眼前这美人如果真是罗刹国流浪在外的王女，那他便碰不得。不仅如此，他还得捧着她，敬着她，日后还得依靠她和罗刹国谈判。你叫什么名字？民女名叫方妙。方妙，的确是个妙人。朕问你，这块怀表是何来历？自我记事起，这块怀表便一直挂在我脖子上。我爹说，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它被抢走，所以便一直戴到了现在。方妙自己也不知道这块怀表的来历，他甚至不知道这个东西原来叫怀表。你爹是谁？你能和朕说说你的经历吗？他让人给方妙赐了座，听方妙说起了自己的经历。方妙给皇上只说到了自己从碧波阁出来，没有透露出半点萧河川和江穗的消息。你倒是个可怜人，不过你的福气还在后头呢。皇上喜欢听故事，他对方妙是又惋惜又心疼。惋惜的是他迫不得已，又心疼他这一路以来的遭遇。行了，天色不早了，你早些休息吧，日后就安安心心的住在这里，朕会安排宫女照顾你。你闲来无事可以去御花园走走，至于郭贵妃那里，朕会亲自和她交代清楚，你不必怕了。皇上没有了那份依你的心思，自然也不会在如意馆过多的停留了。但因为那块怀表还有方妙的经历，这些事情串联起来，皇帝心中也有了打算。第二天一早，福公公便来传圣谕，将郭贵妃禁足秋水殿，期限暂定。公公，本宫做错了什么？圣上要无故禁足本宫？娘娘，这都是皇上的决策，奴才不敢智慧，只是个传信的罢了。皇上那边还等着奴才回去伺候呢，就先告退了。说完，福公公恭敬地退下。等到他一走，郭贵妃再一次发了好大一通脾气。定是方妙那个贱人，在皇上面前告了本宫的状，真是好心机呀！但令他更加生气的事情还在后面。他前脚刚被禁足，后脚晋升贤妃为贵妃的旨意便下达了，还是有封号的贵妃，还高他一等。这消息一传出，贺连衡和贺连景等人都松了一口气，这说明皇上已经证实了方妙的身份，而且他们也得知皇上并未宠幸方妙，还吩咐人好生伺候着他。贺连衡揪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差一点，就差那么一点，他就要再一次失去方妙了。但他听说自己的母妃被禁足，他也没多大反应，他觉得挺好，要不然他又要搞出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来。不过总是把方妙关在皇宫里面，贺连衡还是不放心，他得想办法把方妙弄出宫。所以他再一次找到了贺连景帮忙。贺连景这一次切切实实地体会到了大皇兄果然是个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他也乐得帮忙，不过是在父皇面前提一嘴罢了。翌日早朝过后，贺连景来到上书房单独面见父皇，父子俩谈论了一些正事之后，贺连景非常自然地将话题引到了方妙身上。皇上也把见到方妙身上怀表的事情告诉了贺连景，父子俩确定方妙应该就是罗刹国的王女。父皇，儿臣还有个事想要征求一下父皇的意见。如今皇上已经将贺连景当成了下一任储君的人选，自然会将他所说的话放在心上。你但说无妨。不瞒父皇，方妙在冀州落入风尘之事，乃是萧郎中和程祥军救他出的风尘。事后还是程祥军替他安排了一个好的去处，方妙和程祥军处成了好姐妹。儿臣想着，不如就让方妙搬去状元府，和程祥军做个伴。他如此没名没分地住在后宫，只怕是会引起其他娘娘们的不满和忌惮。另外，方妙怕是在后宫住的也不踏实，萧郎中做事向来妥帖，想来会看顾好方妙的。不知父皇意下如何？朕记得萧郎中便是冀州本地人是吧？是，说起来，咱们能够顺利找到方妙，少不了萧郎中的功劳。如果不是他机缘巧合之下救他出了风尘，又正好婉宁和程祥军是密友，三人因此结识，儿臣还真发现不了这个秘密。为了打消父皇的疑虑，贺连景只能想尽办法瞎编。他觉得
只要会编，就没有什么是圆不过去的。萧郎中的确是个人才，以后有他辅佐你，朕也能放心了。那就依你所说的办，你去和萧郎中说一声，让他有个准备。晚些时候，朕便派人送方庙出宫。天知道赫连景在听见父皇这第一句话的时候有多么激动。日后有萧鹤川辅佐自己，那不就是明摆着告诉自己，皇上已经认定自己是下一任大清朝的储君了吗？父皇放心吧，儿臣定会安排好此事。下午的时候，萧鹤川从户部回来，告诉江穗，晚些时候方庙会搬到状元府来，是皇上的决定，让下人把院落收拾好。听说方庙要来，江穗乐坏了，真好，又来了个陪自己的。最主要的是，方庙能到他府上来，日日能见着，总比在宫里要强的太多。那里妖魔鬼怪都有，一点也不安全。穗穗，好了好了，都过去了，别怕别怕。方妙毫无顾忌地哭了出来。之前被绑架、被陆公公追杀的时候，他都没有哭，但是看见江穗以后，他却破防了。他和江穗说了自己在皇宫的遭遇，江穗想想都觉得窒息。如果换作是自己，早疯了。见到了江穗以后，方妙再也没有了那种担惊受怕的感觉，他安心地在这里住了下来。就这么过了1个月的时间。今日宣平侯府正在操办婚宴，他们家迎娶的可是公主，那规格自然和平时的世家娶亲不同。今日皇上和皇后娘娘也亲自出宫前来观礼，婚礼举行得十分隆重且顺利，程墨阳顺利地成为了驸马爷。这一天，江穗午饭过后睡午觉的时候，突然被肚子给疼醒，结果发现见红了。尽管已经做好了各种准备，但是萧鹤川还是慌乱了起来，站在那里只会一个劲地问江穗疼不疼。平时泰山崩于前都面不改色的男人，此刻却是不知所措的急得团团转。还好有江氏和萧母在，2个长辈都是过来人，就显得镇定多了。终于时机到了，江氏和萧母把萧鹤川赶了出去，开始给江穗接生。看着丫鬟们进进出出的端着热水，白色的帕子上还染着血，落在萧鹤川的眼中触目惊心。他在产房前来回走动，听见江穗在里面痛苦的叫声，还有产婆一声一声的叫他用力坚持，萧鹤川的心都疼得在滴血。好几次江穗疼得不行了，哭声那么惨烈，他都忍不住想要冲进去，却被拦了下来。终于在子夜时分，婴孩的啼哭声传来，孩子的哭声十分响亮，一听就是个健康的小家伙。看见孩子平安降生，江穗终于精疲力竭地睡了过去。岳母大人，穗穗她这是……无妨，她只是太累了，睡了过去。你好好陪着她，我去吩咐厨房炖点滋补的鸡汤，等她醒了好好补充一下体力。你要不要先看看孩子？萧鹤川一进来就直奔自己的媳妇儿，刚出生的小宝宝似乎是不太满意自己被父亲忽视，突然开嗓哭了起来。看着襁褓中这个正在放肆哭的胖小子，他皱了皱眉，熟练地抱过孩子。不许哭，吵醒娘亲打你屁股。或许是血脉压制的原因，这小子居然真的停止了哭泣，2个小手捏成小拳头，一抽一抽的，还有点委屈的样子。主君，让我给小少爷喂奶吧，他该是饿了。奶娘神情温柔地接过这个小宝贝，小宝贝吃饱了也睡着了，小嘴巴微微张开，可爱极了。虽然他刚刚出生，小脸红红的，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小家伙长得更像父亲，尤其是眉眼。江穗睡了1个时辰才悠悠转醒，此时天已经快要亮了。宝宝呢？在隔壁呢，吃饱了以后便一直睡着，很乖。把他抱过来，我想看看他。毕竟是他千辛万苦生下来的，作为母亲自然时时牵挂自己的孩子，暂时忘却了自己还饿着肚子这件事儿。不过他的肚子却是起了抗议之心，开始不给面子的叫了起来。好，我让奶娘把他抱过来，你先喝点汤，吃点东西。一碗热气腾腾的香甜的鸡汤端过来，萧鹤川亲自为他喝下。很快孩子被抱了过来，江穗坐了起来，把小团子抱在怀里。刚刚出生的小团子脸蛋红红的，睡得很香甜，丝毫没有要醒来的迹象。
江穗这一刻很想哭，有种奇妙的感觉，自己居然生了个人出来，生命真的很神奇。这是我生的。你傻不傻呀？不是你生的，还能是谁生的？正常的，我当初生你兄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萧母也表示赞同，她当初生老大也有这样的想法，之后就没有了。江穗沉浸在初为人母的喜悦中，一直看着自己的儿子傻笑。贺川呐，给孩子取好名字了吗？没生之前也不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所以就准备了2个名字，男孩便叫萧明熙，女孩便叫萧清河，如何？明熙有何寓意？明熙这2个字都是寓意着光明兴盛，希望他的人生能一直光明下去，永远不必经历黑暗。小明熙，咱们有名字了。小明熙一出生便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夏婉宁挺着个大肚子，也还是特意过来一趟亲自探望。贺连横也打着祝贺的名声亲自过来一趟，这货夜夜做梁上君子，夜探状元府。萧鹤川心里门情，就当作不知道。关键是方妙本人也没有说什么，方妙没拒绝，那他萧鹤川就更加管不着了。一时间来状元府祝贺的人比比皆是，全是想和萧鹤川打好关系的。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小明熙长得越来越可爱，变得白白净净的。他长得更像父亲，眉眼骨相，简直就是萧鹤川小时候的翻版。不过他还是很完美的继承到了母亲的特色梨窝，他笑起来的时候才会有江穗的影子。萧母和江氏商量了一下，打算办个满月宴，毕竟是2个人的第1个孩子，必须要好好的热闹一下。这也是萧鹤川入仕开府以来第1次开宴席。令众人没想到的是，就在满月宴的前一天，萧琴、萧冕、萧毅带着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来到了京都，同行的还有仲云先生。收到萧鹤川的信，听说江穗母子平安，3兄弟便商量了一下，准备暂时放下手中的事情，专门跑一趟京都来参加小明熙的满月宴。3兄弟心照不宣，弟妹对他们萧家的贡献，还有对他们的帮扶，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所以他们也拿出自己的诚意，礼道不如人道。还有仲云先生，怎么说他也是江穗的干爹，他来看看自己的干外孙，本就是情理之中。再加上他也想念自己的学生了，听说他仕途顺畅，颇受圣上喜欢，他为他感到骄傲。又想到自己也已经多年没有回京都了，在京都还有3、5好友，这次趁着来京都还能会会好友。突然之间，状元府就热闹了起来。萧琴他们3兄弟能来，属实是意料之外的惊喜。还好状元府够大，住得下。唯一遗憾的是，这次苏燕青和萧兰兰没来，因为2人的女儿也才出生不久，经不住这样的长途跋涉，只能错过这一次上京的机会了。小明熙满月宴这天来了不少的宾客，整个状元府热闹非凡。圣上也跟着凑热闹，让皇后准备好了赏赐，送到了状元府来，已经把对萧鹤川的偏爱和重视摆在了明面上。江穗出了月子以后，身子在嬷嬷的调理下已然恢复了从前的身材，甚至因为生了孩子变得凹凸有致，更加有女人味了。小明熙生得可爱漂亮，也不爱哭闹，特别招人喜欢。状元府每日都充满了孩童的嬉笑声。江穗现在感觉特别幸福，亲人们都陪伴在自己身边，每天和和美美，没有勾心斗角。萧琴3兄弟并没有在京都待多久，参加完满月宴后的几天便准备要回冀州了，毕竟冀州还有生意，不能离开太久。仲云先生也要跟着一起回去，他现在管理着那么大一家书院，也不能外出太久。而萧父和萧母打算在京都再待2个月再回冀州，他们想再多陪陪自己的儿子媳妇还有乖孙儿。不久之后，皇宫内发布了一道诏书，皇上立了巡王贺连景为东宫太子，贺连景顺利地成为了大庆储君。这一世没有了贺连横捣乱，他这储君之路十分顺利。京都圣上已经收到了急令，于是紧急召了太子以及军机大臣前来商议此事。而且此次议事，圣上还特意召见了萧鹤川。不是，他怎么也来了？
圣上一般召集我们这几位军机大臣进宫，一般都是和战事有关，或者其他重要的事情。萧鹤川这个毛头小子，他凭什么？此时圣上还未叫他们进去，一行6人在殿外等候。我竟不知萧郎中一介处理户部杂事的小官，竟然如此得太子器重。太子前来御书房议事，还要带上他。说话的是兵部尚书，除了他以外，还有内阁大学士和左右丞相。萧郎中是父皇召来的，父皇召他过来，自有父皇的深意，吾只是奉命行事。内阁大学士是文臣之首，他对萧鹤川是十分欣赏的，而且圣上也对他表明过他想培养萧鹤川的意思。咱都老了，过不了几年就得告老还乡，总得给年轻人一点机会嘛，不是？这倒也是，萧郎中的才华大家都是有目共睹，他的策论造福了一方百姓，咱们这些人也不得不服老喽。这回说话的是右相，他和内阁大学士同为文臣，他们文臣的想法一般都是一致的，虽然在朝堂上也不对付。兵部尚书冷哼一声，不再接茬。这个兵部尚书是二皇子，也就是雍王赫连廷的人。他表面上在朝堂上属于中立，实际上他是暗中支持赫连廷的。也就只有萧鹤川知道，他和赫连廷的母妃德妃有私情。萧鹤川和赫连景猜测，这一次圣上急召他们入宫，估计是和罗刹国的战事有关。果然，福公公把他们叫了进去以后，圣上直接把边境海域发来的10几封急报拿给他们看了。皇上，罗刹国向来野心勃勃，是西大陆的霸主。他们有一种叫火铳的武器，杀伤力极强，威力巨大，令人闻之色变。还有一种武器名曰燃烧弹，投之会大范围起火，且难以扑灭。很多与他们交手的小国都被折磨得痛苦不已。此前虽然收到消息，知道他们会攻打大庆，可我们备战不过半年有余，他们却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此战若是不能在海域上占得便宜，被他们上岸以后，咱们大庆士兵可要遭殃了。未战就先灭自己的士气，亏你还是兵部尚书，居然还说出这种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的话来。我大庆也是一方霸主，国土面积是他罗刹国的1倍之大，兵强马壮。区罗刹国不过是个女人当家的国家，何足惧哉？你口中的女人，可是在位20年间亲征西部大陆3次，收复了3个西部大陆小国的女人。这个约瑟琳女帝可不是咱们大庆的女子，以温柔婉约、相夫教子为主。他的野心还有实力，比咱们有些男子更加强悍，可别瞧不起人呐。这个约瑟琳女帝的名声可不是一般的响亮，她就如同这个罗刹国的国民一般，是个响当当的女罗刹。再怎么强悍，也不过是个女人。总之，圣上，臣觉得咱们不该避战，得让这个嚣张的女人好好尝尝咱们大清朝给她的苦头。几位军机大臣各执己见，有中立的提议先谈判，就比如内阁大学士，他首先考虑的是战争带给百姓的不便和灾难，若是能和谈，避免一战是最好不过的。兵部尚书也不是无能之辈，否则他也不会爬到这个位置。如今咱们阵前无帅，对面却是派出了2位王子为帅，亲率大军而来，咱们大清也不能没了士气。太子殿下文武双全，臣认为这是一场极好的磨练，不如就让太子殿下挂帅，与镇北侯一起前往前线压阵。兵部尚书这一提议，知道他私心的人都明白他的用意，把赫连景弄出京都去和罗刹打仗。面对罗刹那样的对手，此去一旦开战，恐怕是九死一生。赫连景要是死在了战场上，那么这储君之位便是2皇子的囊中之物了。他从来没把4皇子放在眼里。萧鹤川一直没说话，他早已经看出兵部尚书的狼子野心。圣上也没有说话，就看着他们在那里争论。太子殿下乃是我大庆储君，战场凶险，变幻莫测，咱不必要为了这所谓的士气而强行让储君上战场挂帅。咱们大庆又不是无将才可用，
镇北侯世子英勇无双，精通兵书，又有镇北侯这名经验丰富的老将压阵。罗刹国2位王子，据传皆是昏庸无能之辈，何须将他们放在眼里呀？再说了，咱们京都宣平侯世子，那乃是武士一甲，年轻有为，武功高强，他也可以上战场。总之，臣觉得让太子殿下挂帅不妥。臣附议。如果真要派一位皇子去前线压阵，楚王和雍王都是最合适的人选，无需太子殿下亲征。太子意下如何？来之前，贺连景和萧鹤川已经在路上谈过了，而且已经商量好了对策。这种局面早在他们的意料之中。父皇，儿臣愿意挂帅，领兵出征。如果没有萧鹤川，他或许会选择留在京都。可如今后方有萧鹤川在，那他就不用担心了。以萧鹤川的才干，牵制2皇兄和4皇帝，轻轻松松。太子殿下不可三思啊！兵部尚书此刻非常高兴，差点没压住嘴角。他觉得这贺连景已经落入了自己的圈套中。作为大庆储君，那就要对得起这个国家还有百姓对孤寄予的厚望，而且孤有信心能够给大庆争取到最好的结果和利益，甚至将损失减到最小。有方妙这张王牌在手，贺连景信心十足。其他几人不知道真相，当然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自信。圣上和他早就达成一致，今日叫他们过来，不过是走走过场罢了。既然太子有这份信心，那朕便成全你，你可不能让朕失望呢。陛下不可呀！太子殿下乃是咱们大庆朝未来的国君，理应坐镇京都才是。京都有朕坐镇还不够吗？朕还没老到不能自理的地步，太子还年轻，是该好好在外历练一番。而且朕相信，太子一定不会让朕失望的。圣上心意已决，任凭他们怎么劝都无动于衷。只有兵部尚书最得意，他跪下高喊：皇上圣明，太子殿下圣明。议事完毕，圣上遣散了几位军机大臣，但是却留下了贺连景和萧鹤川。父皇，你为什么要安排莫阳去边境战场？他是武将，安排他去打仗是再正常不过的事。而且好男儿志在四方，总是安于享乐，不建功立业，实非君子所为。你只晓得质问朕为什么要如此安排，你可想过，这或许是驸马梦寐以求的安排。他想到程莫阳在收到圣旨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激动兴奋的表情，实在不像是演的。他其实一直都知道，程莫阳想要证明自己真正的价值，哪怕只是除暴安良，行侠仗义。安乐啊，父皇已经老了，不再年轻，而大庆需要年轻有为的人支撑。驸马武艺高强，朕给他这个机会，也是在为你们的将来做打算，为大庆的将来做打算。你身为我大庆的公主，应该要明白这一点才是。而且你想想，你三皇嫂还身怀6甲，马上就要临产，她的夫君不也要上战场？可是你见她闹了吗？父皇，对不起，是儿臣无理取闹了，还请父皇恕罪。无妨，你回去吧，趁现在好好的陪陪驸马。不过你放心，此去不算凶险，他定能平安归来。皇帝心里清楚得很，不过是走个过场，引诱罗刹国的军队先进入大庆的领土。他就不信后继无人的罗刹国女帝在听见自己亲生女儿的消息之时还会沉得住气。方妙到现在都还蒙在鼓里，他已经猜到自己的真实身份或许不简单，不过他也没有心思去想那些，只想安安心心的过好当下。所以当萧鹤川问他要怀表的时候，他没有犹豫，很大方的就给了。他很感激江穗和萧鹤川救自己于水火之中，欠他们的太多了。如果自己还有可以利用的价值，那就尽管发挥自己的价值吧，就当是自己为他们做的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了。他不问原因，也不想知道原因。东宫内，夏婉宁平静地接受了这个消息。婉宁，就这一次，这一次过后，咱们便能长长久久的在一起了，永不分离。一切都是为了咱们的将来，为了咱们孩子以后能出生在一个和平兴盛的年代。我都明白的，你安心去吧，
不用担心我会替你守好后方，做你坚强的后盾。我以后可是要母仪天下的，怎么连这点心胸都没有？你尽管去完成你的大业，相信咱们的孩子会理解他们的父亲的。贺连景哑然，心疼的红了双眼。婉宁，你真好，我已经和萧鹤川说了，接下来的这段时间，一直到你生产，他夫人会陪在你身边的，你别怕。在贺连景他们出发以后，江穗便带着自己的儿子搬去了东宫，陪着夏婉宁待产。安乐也主动过来了，反正他现在都是一个人了，倒不如和自己的皇嫂还有小姑子待在一处，他们都是有趣的灵魂。正好方妙也在，4个人可以凑一桌麻将。皇上，臣要告发户部尚书马文杰，自上任户部以来所贪污银两高达50万两白银，证据确凿，还请圣上断决。萧侍郎，你休要胡说八道。我马文杰自上任户部以来，一直以清廉著称，平日里家中妻妾儿女，出门在外更是连件像样的首饰都没有。皇上，你要为臣做主，臣实在是冤枉啊！萧爱卿，你说马尚书贪污证据确凿，那你有何证据？臣如果没有十足的证据，也不会贸然开口。臣已经找到了户部尚书马文杰藏匿贪污款的地方，已经让人带兵将那个地方给拿下，里面藏着马文杰这些年明里暗里贪污的户部银两，还请圣上定夺。萧鹤川新官上任3把火，他升任侍郎不过月余，整个户部革职查办了多人，如今更是把矛头指到了户部尚书头上。在其他人看来，这个年轻人野心着实不小。按照马文杰原本的打算，告老还乡之后便分几批次将这些银子转移到家乡。他还在庆幸自己这么多年给子孙后代攒下的基业，以后就是不出当官的也足够他们发展了。但如今他美好的想法怕是要落空了。萧鹤川准确地说出了他藏匿赃款的地方，并且已经找人控制住了现场。马文杰一听便吓得两眼一黑，在朝堂上直接就吓晕了过去。萧尚书，小心爬得越高摔得越惨，年轻人还是不要太爱冒头，免得吃亏呀。下一个就是你了，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多谢聂尚书赐教，晚辈会注意的。这些话也同样反给聂尚书，毕竟你我如今平起平坐，谁又能比谁高贵呢？聂长风原本以为萧鹤川听了以后会觉得不高兴或者很气愤，结果他这云淡风轻的模样倒是让聂长风有一种一拳打在棉花上的感觉。萧鹤川一路走到了宫门口，一名巡王府的侍卫匆匆跑来告知他太子妃要生了。京都东宫内，夏婉宁的生产并不是太顺利。婉宁一定要坚持下去，不要放弃啊！岁岁，我好痛啊，我怕生不成了。可是我真的好想看看我的孩子们长成什么样子，我好想他们的父亲，我是不是再也见不到他了？怎么会呢？你别胡说，你和孩子都会平安的。你听话，咱们一定要坚持住，好吗？可是我真的没有力气了。不能睡啊，夏婉宁，你可是女主，不是普通人，我不相信你会出事，你给我起来，睁开眼睛。在原著中，夏婉宁的生产是很顺利的，因为贺连景陪在她身边。这一世，很多事情都发生了转变，不再按照原定的轨迹进行，所以连带着夏婉宁的命运也得到了改变，走到了如今生死攸关的地步。夏婉宁已经闭上了眼睛，开始说胡话了，她嘴里一直念叨着贺连景的名字。哎呀，夫人，您快把太子妃叫醒吧，这样下去可不是个事儿啊！这要是出了什么问题，这满屋子的人怕是都要小命不保啊！去，切几片人参片过来，立刻！宫女连忙照做，很快人参切片就被送了进来。江穗把人参片放进夏婉宁的嘴里，让她含着，只能这样试一试了，希望有用。没一会儿，江穗的方法发挥了作用，夏婉宁再次清醒过来。婉宁，没事的，咱们再努力，孩子就快要出来了。你想想贺连景，他现在一定很期待你平安生产的书信传去边境呢。你不是给孩子们都取好名字了吗？你不想见见他们吗？所以振作起来啊！什么东西啊？
好难吃。这是人参片，给你提神用的。你要给自己信心，相信自己，咱们一鼓作气，好吗？他重新开始在产婆的引导下发力找节奏。娄一女尝试了很久，终于把胎位给挪正了。肚子里的宝宝很配合，求生欲极强。好像已经正了，看见孩子的头发了。太子妃，您用力呀，孩子就要出来了。房间里面传出夏婉宁痛苦的叫喊声。哎呀，出来了，出来了，第一个孩子出来了。随着脐带剪断，传来了孩子微弱的哭声。先出来的是姐姐。第一个孩子出来，那第二个也就快了。新生命的降生永远都是激动人心的。婉宁，先出来的是姐姐，咱们再继续用力好吗？夏婉宁听见孩子的哭声，喜悦的泪水止不住的流出来。她真是太遭罪了，但好在弟弟出来的比较顺利。后面出来的是弟弟，婉宁是龙凤胎，你好棒啊！夏婉宁看着这两个小家伙，真丑。话虽如此，但是他脸上流露出来的慈爱却不是骗人的。刚出生的孩子都是这样的，养养就好看了。两个小家伙很坚强。思思，还好有你在，不然我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认识您，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正确的决定。我也是呀，婉宁，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只有你会无条件的维护我，咱们还要当一辈子的好姐妹，互相扶持呢。好，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先让我睡会儿，两个小家伙就拜托你了。夏婉宁已经没有力气了，只想好好的睡一觉。在外面坐着的贤贵妃听见孩子的哭声，又听见产婆来报喜，说母子平安，她的心才终于松了下来。娘娘是龙凤胎，先出来的是小郡主，后面出来的是小世子。贤贵妃一听高兴坏了，这要是皇上知道了，指不定多高兴呢。她自豪地想着，她的儿媳妇就是不一样，一生就是龙凤胎，可不是其他人的儿媳能比的。她赏了东宫上下所有人以后，便回宫报喜去了，只是交代江穗替她好好照顾太子妃。太子殿下，不可，这样太危险了，不如臣代替您过去。还是我去吧，公主还在京都等着你回去，我一个没有家室的人，死了也就死了。镇北侯世子还未婚配，所以他可以做到心无旁骛。别胡说，姑有姑的分寸，两军交战不斩来使。臣相信约瑟琳女帝不是那种不讲道理的。赫连景认为这是一个合格的上位者所需要具备的品质，如果没有，那就只剩下残暴，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众人劝不住，只能任由赫连景按照自己的想法行事。小太子，本帝很佩服你的勇气。你约本帝见面，说是有本帝感兴趣的内容，是什么？约瑟琳女帝的传说，在我们大庆子民的眼中，堪称一代神话。今日得见女帝凤姿，果然不同凡响，百闻不如一见。小太子，你可真会说话。如果本帝的两个王子有你一半的胆识，那就好了。女帝谬赞了，两位王子同样很优秀。两人进行了一番商议互夸，这才切入正题。赫连景拿出方妙的怀表，吊在手上晃了晃。约瑟琳女帝一瞧，眼眸霎时射出一道锐利的光芒。听闻女帝一直在寻找自己遗失在外的王女，有一信物为证。女帝，您瞧，这东西可还眼熟？眼熟？怎么能不眼熟？他有个一模一样的，日日都挂在脖子上。如今乍然再看见这块怀表，他也不可控制地想起20年前他在大庆边境小渔村生活的那3年。他生下一个女儿，那个男人把她当作手心的宝捧着。失去记忆的那段时间，不可否认是他这辈子过得最没有顾虑、最温馨的一段日子。他的女儿很可爱，以至于和他分离的日子，每每想起那段时日，他内心都会涌出无限的愧疚和不忍。你从哪里得来的？又是如何得知的？女帝别管姑是从哪儿得来的，但是姑可以确定，你要找的王女此刻就在我们大庆。约瑟琳女帝现在一点都淡定不下来了，她内心有些激动，自己寻找了这么多年的女儿，果然在大庆的境内。她现在在哪里？我要见过她以后才能确定。女帝别急，她如今就在我们大庆的都城，
有自己的朋友，他们相处得很好。他叫方妙，出生在一个小渔村里。父亲病逝以后，这些年吃过不少苦，但好在如今苦尽甘来了。你想让本帝做什么才能够见到他？但如果你想以此要挟本帝割地赔款，那是不可能的。女帝多虑了，我们大庆向往和平，不喜欢战争。两国之间相隔一片海域，交战本就劳民伤财。如果能签订和平条约，是再好不过的。我们大庆愿意与罗刹国达成友好往来，日后互相帮助。